狐狸妈妈一拍3次，最终她拼尽吃奶的力气将第3次铲除。而此时正在过马路的阿文被迎面开过来的小轿车直接撞飞，昏倒在路上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刚刚好像被车撞了，我为什么能看到我自己了？难道我这是死了吗？就在此时，突然一股强大的吸力将阿文吸入，之后阿文化作了一个灵魂光点，融入到了狐狸妈刚出生的3娃身体中。被阿文灵魂入住的3娃顿时一惊，然后就昏睡了过去。这是啥情况呀？算了，还是先给孩子喂奶喝吧。过去没多久，阿文渐渐的恢复了意识，由于不能睁开眼睛，他还以为自己在医院，不能动没知觉，难道我被截肢了吗？过了一会，阿文又发现自己的身体又能动，还好没瘫痪。阿文尝试着喊出声来。糟糕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就连话都说不了。阿文试图用手摸了摸周边，咦，这毛茸茸的是什么？为什么有一条尾巴？我的乖乖，我不会是变成动物了吧？不对，我这是重生了。重生后不是都会有系统吗？系统，你给我出来！奶奶的，连个系统都没有，还怎么玩？我也没做啥坏事，怎么把我重生到动物身上了？时间一转，半个小时过去了，阿文终于无奈的接受现实，竟然已经变成动物了，那可千万不要给我变成老鼠或兔子类的底层动物，那样子估计自己早早就要凉了。阿文在忐忑与恐惧中度过了5天，终于睁开了双眼，吴妈风韵犹存的身躯出现在了眼前。看来我重生成狐狸了，这应该算是不幸中的万幸。不知道自己还在不在地球，狐狸能不能修炼？如果不能修炼，也就顶多活个20几年，真是极其短暂的一生啊。随即阿文看了看另外2只狐狸幼崽，没想到2个都是弟弟。为人时我就有2个弟弟，这都重生成动物了，竟然还是2个弟弟。根据我多年的带弟经验看来，带弟弟是要靠拳头说话的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而阿文因为重生的缘故，身体格外强壮，整天跟弟弟们抢奶喝，顺便抽空还要揍一下弟弟。第2天，胡妈出去捕猎，留下我们3个小崽子在家。如今我们都只有兔子般大小，万一来一只大老鼠，我们都有可能将会团灭。在如此凶险的环境下，我那2个傻狍弟弟还在那里打闹玩耍。还没断奶的我，已经扛下守护的重担。2胡憨憨的朝洞口走过来。妈妈，你在哪里？不知道外面危险吗？瞎耗别停啊！你看看人家小狐宝宝多乖，就自己在那乖乖趴着。没一会，3只狐狸就抱团在一起睡了过去。过了很久，胡妈终于回来，阿文也终于松了一口气。有妈妈在的感觉真好。转眼又是2个月过去，小狐狸崽们体型都长大了一圈，小狐狸还是像以往一样是个乖宝宝，而2胡依然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，时不时的总想着往洞外跑。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没事不要老往外面跑，万一被凶猛的野兽叼走了怎么办？那你为什么能往外面看，我却不能看啊？就凭我是你大哥，大哥了不起吗？我不服，我要抗议！不服我今天就揍到你服！大哥好厉害，2哥你也加油！打吧，早晚有一天我会将你们2个全打败。时间一晃，又2个月过去了，安逸的生活让阿文都快忘记外面的危险。吴妈大早晨就出去捕猎了，阿文还是同往常一样来到洞口看看。我去，哪里来的这猞猁？这可是食肉动物啊！要是被发现，我们3兄弟可就需要见姥姥了。吴妈不在家，洞穴里也没有躲避的地方。可就在这时，阿文发现自己的尾巴被咬住。这2货真是傻的不轻呀，应该是活够了。这个时候敢乱喊，要是把猞猁引过来，我们3兄弟一个也跑不了。而此时外面的猞猁似乎也听到了动静，正缓缓地朝着洞穴走过来。阿文吓得差点尿了，飞快地按住2胡嘴巴。你奶奶的，外面有只大老虎，你想找死啊？不要拉着我们一起啊！你少来，不要拿这些瞎话骗我哄我，其实你就是想找理由揍我。今天我和你拼了！这老2真是一点觉悟都没有呀！大哥，你能不能不欺负我？我懒得理会你，小弟你快点过来，咱俩按住老2。大哥你们俩干架，拉上我干嘛？能不能不要牵连无辜？刚出生的3只小狐狸，不幸竟遇到了凶狠的猞猁。3只刚满1个月的小狐狸在山洞里顶着妈妈捕猎而归。不巧的是，此时1只猞猁在洞外跑着，然而阿文的2个弟弟却浑然不知。真是倒了8辈子的霉了！傻猫，我没有和你们开玩笑，外面真的有一只食肉动物。你们知道现在的处境有多危险吗？小狐狸看到发怒，他决定到洞口去看看。大哥，外面真的有个大家伙，太吓唬了，看样子很可怕。2哥你别和大哥闹了。难道大哥真的没骗我？外面真的有危险？啊，
你们快去里面趴着，不要出声，我到洞口去看着。二胡虽然已经相信了，但还是好奇的跟着阿文跑到洞口偷偷看了一眼。我的乖乖，这么大的家伙，麻蛋真的有危险！大哥果然没有骗我。阿文独自一人躲在洞口，观察着一切。要是他真的过来，我只能冲出去了。猞猁要是追我，那两个弟弟就安全；如果猞猁没追我，那么两个弟弟就活该倒霉了。希望虎妈能及时赶回来吧。而此时的猞猁好像发现了山洞，他缓缓地朝着这边走了过来。情况不妙，看来我只能搏一把了。可就在这时，一声呼嚎声传来，猞猁顿时一愣，随后他掉头就跑。我的妈呀，这也太刺激了吧！自己虽然不想成为狐狸度过一生，可也不想被活活吃掉啊，简直太吓人了。很快，胡妈的身影就来到了洞穴，这算是他们出生以来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。自从此事过后，杨妈也更加谨慎，每次都不敢出门时间太长。很快，在胡妈的呵护下，转眼又是1个月过去。三兄弟的体重都超过15斤。狐狸妈今天第一次带着我们走出了山洞，一家4口出行，威风凛凛。在山洞内憋了3个多月，终于能出来走走。因为阿文平时总爱管着两个弟弟，没事就揍几下，所以两个弟弟之间的关系明显更好。这是没把我这个大哥放在心里吗？大哥又欺负狐狸了。老三，咱俩揍他。3只小狐狸在林间不断追逐嬉闹，可就在这时，阿文发现一颗熟悉的花朵。这不是灵芝吗？而且年份最起码达到1000年以上。真是反了你们的天了，谁是老大不知道吗？还敢不敢偷袭我？不敢了，不敢了。被大哥揍一顿不丢脸，以后有机会再把面子找回来吧。小狐狸屁颠屁颠跑到狐狸妈面前。妈妈，妈妈，大哥他老欺负我。大儿子，你不许欺负2个弟弟。打不过就知道告状，大哥才没空陪你们玩，我的灵芝正在等着我呢。没错，这100%是灵芝，就是不知道这灵芝对狐狸有没有效果。不管了，吃了不就知道了吗？说不定以后当狐狸王就靠它了。果然是灵芝。2个弟弟见我跑土，也好奇的凑了过来。大哥，你在挖青蛙吗？等一下抓到了，记得分我1只呗。没一会，整株灵芝就被阿文挖了出来。大哥，你挖野菜出来干嘛？在2只狐狸弟弟好奇的目光中，阿文竟然开始起了灵芝，吓得弟弟直接跑到了妈妈身边。妈妈，妈妈，大哥他竟然在吃草。狐狸妈见状飞快地冲了过去。大儿子，咱们狐狸族群是食肉动物，就算再饿也不能吃草，你丢不丢狐狸脸？阿文一脸懵逼。还有这样的规定吗？大儿子，你实在太让我失望了，咱们狐狸就算是饿死，也不能去吃草的。哼！妈妈，这是灵芝，不是草啊。大哥这是发什么神经呀？明明咱们是吃肉的，你非要吃草，而且还敢顶撞老妈，这不是没事找抽吗？以前总是被你揍，今天终于也轮到你被挨揍了。妈妈好厉害，求妈妈打得快一些。小狐狸看着眼前的灵芝有些好奇，这灵芝到底什么味道？好吃吗？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小狐狸趁着狐狸妈妈不注意偷偷跑了过去。小狐狸发现一颗1000年灵芝，急忙上去吃了一口。好难吃啊！这么难吃的野草，为什么大哥竟然把它当成了宝贝？真是搞不懂大哥。二胡本来也想过来尝尝味道，但是看到老三吃完灵芝的模样，立马就打消了这个好奇的念头。我肯定不会吃这种野草，看上去就很难吃，他脑子肯定有问题。狐狸妈妈见阿文不听自己话，强行叼着脖子给带走了。我的灵芝啊，刚刚吃了一口就扔了，简直是太浪费了。我不会就此放弃的，等过2天我肯定偷偷过来把灵芝找回来。不知不觉，大家已经走进了森林深处。狐狸妈妈带着小崽子又换了个地方。令阿文没想到的是，这里的灵芝竟然更多了，遍地都是。不行，这次我不能再上去挖了，等下又要挨妈妈揍了。这么多灵芝，等有机会我肯定偷偷的把它们吃掉。没想到第一次出门就遇到了这么好的事情，简直是要发财了。如果能把这些灵芝吃完，看来过不了多久我的体重马上就要超过妈妈了。只是不知道狐狸的体质适不适合吃灵芝。以后我就1天吃1颗吧，如果有问题我第2天就不吃了。狐狸妈妈将3个小崽子安顿好后，环顾四周也没有食肉动物。你们在这里那也别去，妈妈出去找食物，马上就回来。狐狸妈离开后，3只小狐狸探出头来，便开始学习起狐狸妈妈的捕猎技。
没过多久，狐狸妈便叼回来了一只兔子。你们刚才都看见了没有？只要你们以后长得像妈妈一般大小，也能捕捉到其他的动物。妈妈，你刚才好厉害！妈妈在动物界数你最强了。在小狐狸们一顿吹捧过后，狐狸妈妈开心的嘴都合不上，不过她却是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没什么，这对妈妈来说都是小意思，以后你们都可以像妈妈一样厉害的。两只小狐狸直接朝着兔子的腿就咬了上去。这两货真是蠢，没事去啃人家兔蹄子干嘛？狐狸妈看了眼阿文，看来还是大儿子最聪明。随后狐妈上前撕开兔子的肚皮，好多东西瞬间流了出来。阿文立马冲了上去，咬起裤肝还有心脏，跑到了没人的地方就开始大块的吃了起来。两只小狐狸还在傻乎乎的去争抢肠，最终结果就是两只小狐狸被吞得满脸都是消化物。阿文很快就吃得饱饱的走路了，然后慢悠悠的休息了起来。没一会，两个弟弟也吃饱喝足的跑了过来，不过他们身上都带着兔子的消化物。阿文见他们马上就要蹭上，吓得起身就跑。大哥怎么跑了？难道咱俩的实力已经让大哥害怕了吗？快，我们赶紧追上去揍他！转眼间3个月很快就过去了，小狐狸们又长大了一圈，而阿文的体型明显比两个弟弟大了一圈。因为在这4个月，只要狐狸妈妈休息，阿文就找机会挖灵芝吃，时间久了，狐狸妈妈也就懒得管了，以至于后面阿文挖到灵芝就直接带在身上，有空就拿出来吃掉。如今我的体型已经有一只猫那样大了，要是遇上一些中小型的食肉动物，我也不害怕了。深夜很快来到，阿文看着天上的星星直流口水。二哥，你看大哥又对着天上的星星流口水了，好想吃呀！星星到底好不好吃呀？不知道呀，我也没吃过星星，不过妈妈应该知道。不行，我要去问问妈妈。妈妈，天上的星星好不好吃呀？狐狸妈愣了一下，我也没有吃过星星呀，怎么会知道星星好不好吃？孩子他爸，你说星星好吃吗？狐狸爹一下也被问懵了，一家子都在研究星星好不好吃的问题，而阿文还在伸着爪子幻想着可以够得到星星吃。吃不到呀，算了，还是去吃我的灵芝吧。这都已经吃了快3个月了，为什么一点反应也没有？也不能说没有吧，最起码体重变大了不少。不行，我不能放弃吃灵芝。转眼间2天过去，狐狸爹也要离开了，毕竟他的领地很大，需要不断来回巡视，留下标记。而且狐狸妈也只是蝴蝶几个老婆中的一个偏房，雄性狐狸的领地一般都会有3、4个妃子，需要不时的去看看。狐狸爹的离开对一家狐没有什么影响，因为3个崽子平时也都是狐狸妈照顾。时间一晃又过去了1个月，吃小动物的小狐狸长得非常快，阿文的体型已经有狐狸妈的1半大小了。下午，阿文独自来到了河边。都说狐狸天生就会游泳，当人时我就很喜欢游泳，不知道变成狐狸后，我的游泳技术还在不在？相对于抓兔子、野鸡、小型动物之类的，这河里的鱼抓起来应该更轻松些。阿文一个跃身跳进河。Hello， 吓死鱼了，赶快跑！当阿文再次出现在水面时，嘴里已经叼着一只10多斤的大鱼。阿文用力一甩，将大鱼甩在了岸上。一直以来都是享受狐狸妈的喂养，今天我要捕捉到足够一家子享用的鱼肉，让虎妈也好好的休息几天。阿文为家人能填饱肚子，竟一跃入水。狐狸化身捕鱼达人，在水里疯狂捕鱼。很快岸边就堆了一堆鱼货。当阿文把家里的成员喊过来后，他们都有些不敢相信。大哥，这些鱼都是你抓的吗？你说呢？这里除了我，还有别的动物吗？小狐狸也不忘拍一下马屁。哎呦，大哥，你真是我心目中的偶像。话音刚落，3只狐狸都开始大口吞食鱼肉，也不管什么鳞片内脏，全部都是一口闷。然而阿文却是截然不同，在吃鱼之前都要先把鳞片刨去，内脏掏干净了再吃。这大儿子真是个讲究狐狸啊，吃个鱼还搞得这么优雅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阿文与家人都跟这条河里的鱼杠上，一天3顿全部吃河里的鱼。可是这个河里的鱼货有限，半个月的时间里，河里的鱼货基本就没了。来呀，来吃我呀！不好了，鲨鱼了，连小鱼都不放过，兄弟们快跑！狐狸妈这几天吃鱼也是吃上瘾了，
如果可以抓鱼，我也不愿辛辛苦苦的抓小型动物，而且有时候还追不到。为了能抓到更多的鱼，狐狸妈带着3个娃来到了上游。这里有一条河，大约10米，却不是很深的河床。你们都小心点，这里是一只狮子的领地，这条河正是我与那只狮子的分界处，它也经常会来这里捕鱼，所以你们不要离开我太远，我怕有危险。当他们准备下水捕鱼时，一只狮子带着小崽子慢悠悠地走过来，双方对上后，气氛一下就紧张了起来。狮妈并未靠前，只是发出一声低吼后，就带着小崽子离开了。狐狸妈见对方退去，自然也不会去招惹对方，因为她没有绝对的把握，更不能保证自己的小崽子不受伤。与此同时，在距离河边不远的一棵树上，一只猞猁正安静地看着河边发生的事情。今天到底什么情况？前面那只狮子招惹不起也就算了，现在又多出了一只这么大的母狐狸。你们都不去捕猎吗？都跑来这里抓小鱼，这样真的合适吗？到底还让不让猫活了？一转眼，很快冬季来临，因为下雪的缘故，阿文一家子已经3天没有进食了，无奈被迫出去寻找食物。没多久，狐狸妈就发现在自己的领地内出现了一猎狗，猎狗们还在啃食动物。狐狸妈一声怒吼，猎狗群也是头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母狐狸，吓得丢下食物仓皇而逃。哪里来的狗子，敢来老娘的地盘吃东西？话音刚落，几只狐狸就冲了过去。这群讨厌的东西，我必须将他们赶出领地。现在刚刚入冬季，这些猎狗会吃掉咱们领地内许多动物，我必须把它们驱逐出去，不然挨饿的就是我们。妈妈，你好厉害！那群不知道什么动物看到你，直接吓得屁滚尿流。哎呦呦！这二弟现在拍马屁的技术简直是厚颜无耻之人！几只狗子而已，不值得炫耀。狐狸妈看着一眼残余的鹿肉，哎呦呦！咱们把这剩下的肉吃了，继续赶路。大家一拥而上，没多久就将鹿肉吃没了，勉强能吃个半饱。随后，狐狸妈又带着3只小狐狸继续出发，他们的目标依旧是那几只猎狗。我们必须确保他们离开我们的领地才行。不过还没追击多久，2个小崽子的体能明显就跟不上了。狐狸妈看了看3个孩子，再一次体会到做母亲的无奈。算了，我们先停下来休息吧。太好了，终于可以休息了。当他们准备找地方休息时，却发现到处都是雪。这地上都是雪，怎么休息啊？这时阿文忽然想起自己之前寻找的洞穴。老妈，前面不远处有一个我的洞穴，我们先去那边休息吧。没想到的是，阿文的洞穴已经被一家4口的北极狼占为己有。狼子，您看我用爪子给你刨的洞穴怎么样？咱们一家子终于不用担心挨冻了。相公，我好崇拜你呀，简直爱死你了！能跟着你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情到深处时，小2口子激情四射。此时阿文同弟弟也都已经来到了洞口附近。你们先等一下，我的洞穴好像被其他动物占领了。我操！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！半个小时后，一家4口人都是一脸满足的表情。哇哦，这够我们吃好多天的了。2只小狐狸都是露出崇拜的眼神。大哥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是啊是啊，大哥你简直就是我们的偶像。小狐狸饿得用尾巴钓鱼。哎呦呦！忍不了一点。注意看，一只母狐狸闯入了阿文妈的领地，2狐狸见面后直接被打了脸。阿文有些良心，若是妈妈打输了，我们兄弟3个基本是难逃一死。即使是狐狸妈赢了，估计也要身负重伤，在这大冬天里想要活下来也不太可能。我必须要想个办法。就在这时，阿文无意间瞄到草丛里有东西闪过，那是狐狸的小崽子。于是阿文缓缓地朝着草丛内的狐狸幼崽走去。雌狐狸见阿文朝自己的孩子走去，他想尽快摆脱狐狸妈。想走没那么容易。战斗瞬间升级，2只母老虎斗得越来越凶狠。阿文见状立马加速朝着草丛冲去。2兄弟见到大哥出手，也是毫不犹豫地朝着草丛扑了上去。一阵撕咬声传来，救命啊！雌狐狸听到呼救声后，就准备与狐狸妈同归于尽。可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一声狐狸笑声传来，
狐狸爹的身影以极快的速度朝这边冲了过来。停下来！你们全部给我停下来！在狐狸爹的调解下，所有狐狸这才知道，原来2只母狐狸都是狐狸爹的爱妃。得知情况后，狐狸妈显然是有点生气了。臭男人敢带其他母狐狸来我的领地，孩子们跟妈妈走。3只小狐狸毫不犹豫地跟着狐狸妈离开。爸爸妈妈，那3个小坏狐狸打疼我了，你们一定要为我报仇啊！报什么仇？那是你的姨娘和3位哥哥，人家就比你大1个月，看看你们之间的差距有多大。此事过后，狐狸一家子又过上了正常的生活。妈妈，我饿了，我已经3天没吃饭了。是啊，我也好啊。那先忍忍吧，这么冷的天气，所有动物都找地方躲起来了。妈妈这2天出门，连动物的影子都没见到。此时阿文正躲在一旁思考着。我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再这样饿下去，肯定会影响我的发育。看来我要赶紧想个办法。有了妈妈，2个弟弟你们跟我走，我有办法搞到东西吃了。3只狐狸对视了一眼，不过出于对阿文的信任，他们还是选择了相信阿文。很快他们一家子就来到河边。大儿子，你要带我们来这里抓鱼吗？这么冷的天气，哪里有鱼啊？而且下到水里，估计就上不来了。阿文没有多做解释，他找到一个长有杂草的地方，随后就开始了他的表演。难道你真的打算下去抓鱼吗？那样和找死有什么区别吗？狐狸妈刚准备上前阻止阿文，就被2弟给阻止。妈妈，我想看看大哥有什么办法能弄到吃的。我在用尾巴钓鱼，希望我为人时看过的动画片不是骗人的。如果实在钓不到鱼，我也可以等那些鱼上来换气时，用自己的利爪将它们抓上来。妈妈，大哥他到底在干嘛？难道他的屁股不冷吗？狐狸妈一脸严肃。大儿子这么做肯定有他的深意，我们在旁边先看看吧。过了几分钟后，阿文将尾巴抽了上来，因为实在太冷了。2弟，你过来，像我刚才那样将尾巴伸进去，记得尾巴在水里要不断搅动，知道吗？2狐狸平时就是一个好奇宝宝，他很想知道尾巴伸进水里到底会怎么样，于是他学着阿文一样的坐了上去。我操，好凉啊！大哥，我的屁股冻冰了。不过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他还是不断搅动了起来。这是钓鱼佬的饵料吗？不过他很快就失去了耐心。当他准备叫小狐狸过来换缸时，他突然感觉尾巴传来一阵疼痛，而且有一股不轻的力气拽着他的尾巴往下拉扯。大哥，快救我！我的尾巴被什么东西咬住了。2狐狸心中一阵慌乱，用全力往上面一拉，一条10斤重的大鱼跟着2狐的尾巴飞了出来。站在一旁等待的狐狸妈与小狐直接亚麻呆住。妈妈，你快看呀，2哥尾巴上面有一条鱼。狐狸妈妈顿时一惊，原来还可以这样捕鱼的。此时2狐狸也在慌乱中惊醒，咬住我尾巴的竟然是一条鱼。都已经饿了3天了，他想也不想，直接就扑上去大捕吃了起来。2哥，我也要吃鱼，你给我留一点吧。当小狐狸跑过来后，一整条鱼已经被2狐给吞了进去。小狐狸有些委屈的看着阿文。大哥，我也想吃鱼。想吃鱼你就把尾巴伸进那个水里面，不一会就有鱼吃了。小狐狸没有犹豫，立马跑过去将尾巴伸了进去。鱼似乎被这边的动静吸引了过来，小狐狸才甩动了一会尾巴，一只5六斤的鱼就上钩了。大哥你好厉害呀，我越来越崇拜你了，这下我们都有鱼吃了。接下来轮到阿文了，他也将尾巴伸了进去。这次也没等太久时间，鱼儿就摇尾巴了。阿文往前拉了一下，竟然没拉动，看来是一只大家伙。阿文立马开始发力，很快一条10多斤重的大鱼被拽了上来。阿文一家高兴极了，都冲上前大口吃了起来。最后一家4口恋恋不舍地回到了山洞，真是太舒服了！今天晚上终于不用饿着肚子睡觉了。2狐一脸满足地进入了梦乡。第2天，阿文一家狐狸又来到了河边，在阿文的循环操作下，今天和昨天一样，一家子又是收获满满。就这样，他们周而复始过了1个星期。因为阿文的捕鱼技术太厉害，这几天的鱼越来越少。看来想靠着吃鱼挨过这个冬天是不可能了。不过我们狐狸是吃瘦肉的，总是吃鱼也不是个办法。又是4天时间过去了，我好啊，我已经2天没吃到鱼了。大哥，你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弄到吃的？阿文无奈地看了2个弟弟。算了，有你们这2个弟弟还真不容易。说着，阿文走出了山洞，原来是给弟弟们挖野菜去了。半个小时后，阿文给他叼了一堆蘑菇回来。这个你俩先拿去吃吧。大哥，你就让我们吃这个吗？你真的是吃素吃上瘾了，我们可是食肉动物啊！现在这个情况，有的吃就不错了，不能还挑三拣四了，实力已经不允许了。这时狐狸妈靠了过来，张嘴就吃了起来。妈妈都在吃，那我也要吃，总比饿着肚子强吧。深夜很快到来，阿文独自一人走出了山洞，
两小狐狸被动静惊醒。大哥肯定是偷偷出去找好吃的，他竟然自己偷偷吃独食，不想带我们。随后两只小狐狸也偷摸的跟了出去。狐狸妈睁开眼睛，现在老虎冬眠了，猎狗也被驱逐出了领地，剩下的狼已经伤不了它们。狐狸妈又闭上了眼睛继续睡觉。很快阿文就来到一棵大树下。以前为人时，村里的小孩子都是晚上出去抓小鸟，那些小鸟在夜里都是一动不动的。虽然小鸟的肉不多，但是蚊子再小也是肉呀。阿文一个跃身爬上了大树。过了一会，他嘴里叼着一只鸟从树上跳了下来。两只小狐狸躲在一旁看得直流口水。二哥，我也好想吃肉呀，可是猎物太小了，大哥肯定不会分给我们的。阿文偷偷瞄了一眼草丛，他是刻意引两个弟弟过来的。我不可能一直护着你们，想要成长起来还是要靠自己。以你们现在的能力，完全可以捕捉到树上的鸟。我去看看别的树，还有没有其他鸟类。就是抓鸟吗？就好像谁不会一样。弟弟，我们分头行动，我一定要抓到一只比大哥还大的鸟。几个小时过去，阿文前后后抓了10多只鸟。当他准备继续跳到另外一棵树上的时候，森林中传来一声狐狸叫声。因为二狐狸捕捉经验不足，一只鸟都没抓到，最后恼羞成怒，咆哮一声，瞬间树林里的小鸟全部惊飞。这个傻帽真是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过了没多久，两只小狐狸就垂头丧气的回到洞穴。大哥怎么还没回来？对呀，那些鸟都已飞走了，难道他又去其他地方搞好吃的去了？大哥简直太坏了，竟然背着我们留了一手。肚子好饿呀，这样也睡不着呀。不知道大哥等会回来会不会给我们带吃的？两只小狐狸等着就睡着了。不知道又过了多久，一股血腥味传来，两只小狐狸都被香味勾醒了过来。这时阿文嘴里叼着一只北极狼走了进来。二哥你快看，大哥果然没有忘记我们，他给我们带回来一只狼。两只小狐狸一下子就冲了过去。大哥，你干嘛打我啊？你都把食物叼回来了，难道还不是给我们吃吗？注意看这个老六在掏老鼠洞，原来是在偷老鼠的粮食。气死我了！这个冬季看来我又要挨饿了。阿文叼着食物回到山洞，但并没有理会两个弟弟，而是把食物直接丢给了狐狸妈妈。两个小狐狸跑到了妈妈身边。妈妈，好饿啊，能不能给我也吃一点？你们现在都这么大了，怎么还跟个小孩子一样？你们少吃一点，还能在家里休息。妈妈吃了它，才有力气去捕食更多的食物。次日一早，狐狸妈妈就单独出门去捕猎了。阿文也没有闲着，他叼着一块布，莫名其妙的也走了出去。虽然抓不到猎物，不过找点坚果回来还是可以的。那些老鼠过冬都会藏不少坚果，直接找到他们的巢穴挖走就行了。因此就出来了开头的一幕。阿文忙活了一个上午，还不错，大概有7、8斤的食物，拿回去分给那两个傻帽，让他俩补补脑子。没一会阿文就回来了，两个弟弟正无精打采地趴在草窝上。小狐狸见到阿文叼着一个包裹，兴奋的立马冲了上来。二哥，你快点过来，大哥带了好吃的东西回来了。老二瞬间就满血复活，一下子就来到阿文跟前。大哥，我就知道你对我们最好了，你一定是给我们带食物回来了吧？大哥，我爱死你了！可还没等老二继续夸奖下去，阿文直接打开的包裹，两个弟弟顿时一惊，场面尴尬无比。卧槽，这是啥呀？大哥，你又骗我们！两个弟弟的心情瞬间从云端跌到了地底。大哥，你真的不爱我们了？这些东西都是老鼠吃的，我们怎么能吃这个啊？该让他们体验一下生活的艰苦。在狐狸妈的照料下，他俩啥都感觉理所应当，都已经不什么了，也应该自己自食其力。你们看大哥，我对你们多好，带了这么多食物回来给你们吃。如果挑食不吃，饿得肚子咕咕叫，那不赖我了。深夜很快到来，狐狸妈妈终于回来了，她嘴里叼着一只豹子，大概有10来斤。狐狸妈独自就吃了半只豹子，剩下的一半3兄弟分着吃，本不多的肉让3个孩子连3个饱都没吃好。第二天清晨，阿文还没行动，两个弟弟就率先出门抓鸟去了。阿文满意的露出微笑，这样才是我的好弟弟。次日，狐狸妈带着3个崽子准备换地方，因为这附近已经被他搜遍，已经没有猎物了。这次狐狸妈带着他们离开了领地，新的住处很快找到，安顿好几只小崽子后，狐狸妈就独自出去狩猎了。两个弟弟来到新的地方很好奇，一会时间就跑出去没影。阿文因为最近频繁出去给两个弟弟找吃的，所以就独自在洞穴里休息。可过去了1个多小时，两只小狐狸都没有回来。这两个小子到底跑哪里去了？真的是一点分寸都没有。可就在这时，一声狐狸叫声传来，是二弟的叫声，该不会出手事了吧？画面一转，
二狐狸无意间发现了一只冬眠的狮子，好几天没吃饱的狐狸幼崽准备合力拿下狮子。还好不是公狮子，要不然我们只能逃跑了。这狮子的体型比前几天妈妈捕获的豹子小很多，现在的我拿下它，应该还是有些难度。最好的做法就是拖住它，等妈妈赶来。母狮子也意识到了危险，好在成年狐狸不在这里，我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。不就是3只小狐狸崽吗？俺狮子可不是吃素的。说着他就准备冲出重围。阿文可不愿到嘴的美食逃走，他一个跃身扑向了狮子，扭打在了一起。两个弟弟犹豫了一下，也是冲向了狮子。半个小时过后，狮子躺在地上，3只小狐狸的身上也是伤痕累累。弟弟们，你俩没事吧？大哥我没事，二哥好像伤得不轻。我没事，一点小伤而已。 3只小狐狸看着眼前趴在地上的狮子，他们已经好几天没吃饱了，随即他们开始大口的吃了起来。半个小时过去了，小狐狸将没吃完的狮子带回了山洞。过了没一会，狐狸妈叼着一只小鹿回来，当他看到狮子后，顿时惊呆了。狐狸妈迅速来到3只小狐狸身边，我的孩子们，这只狮子是你们杀死的吗？二狐高高昂起头，那是当然。怎么样，我们厉害吧？这么个大家伙都被我们杀死了。狐狸妈这时才发现他们身上都受了伤。我的宝宝们，你们有没有受伤？想击杀成年狮子，你们不可能那么轻松。2只小狐狸的脸立刻垮了下来。妈妈，我的腿受伤了。妈妈，我也受伤了，我的肚子疼。虎妈心疼的不得了，随后她又看向阿文，大儿子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就是身上受了点伤，应该几天就能恢复了。确认几个孩子没有什么大事后，他才放下心来。有了这只狮子，我们接下来的1周都不用挨饿了。又是几天时间过去，阿文正悠闲地趴在地上休息，吃着坚果，2个弟弟则是在一旁玩闹。这2个弟弟还真是没心没肺，腿都瘸了一条了，还有心情玩闹。再过几个月，我的体型就会超过妈妈了，2个弟弟也很快会超过妈妈，我们3兄弟就会被妈妈驱赶离开，各过各的生活，能否活下来，全看天意。二哥，你看大哥在那里趴着一动不动，咱们要不要一起去逗逗他？走，刚好趁他受伤，好好的欺负他一顿。大哥，这些坚果有什么好吃的？过来陪我们一起玩一会呀。是啊，大哥，你整天在这里躺着，也不怕把自己躺废了吗？你们2个是不是又皮痒痒了？真是3天不打上盲街网，今天我就好好的陪你俩玩一玩。阿文一家被当场科主人猎狗围攻，阿文能否守住不被猎狗掏空？狐狸妈带着3只小狐狸出去捕猎，途中遇到了2只落单的猎狗，毫无疑问，他们成了阿文一家狐狸的食物。今天的运气不错，刚出门就捕获了2只猎狗。有了这2只猎狗，妈妈今天就不用再去捕猎了。可就在这时，又有几只猎狗出现在狐狸一家的视野里。这些家伙想干嘛？难道他们是来送死的吗？阿文有些警觉起来。按理说狐狸是不在猎狗的菜谱里，没道理主动来挑衅我们狐狸啊。此时狐狸妈似乎也感觉到了一丝不安，难道是因为杀死了他们的同伴？猎狗一向都是群居动物，有仇必报。别逗了，就凭他们这些小体格，我最起码能以一敌十。不知天高地厚，快放马过来！此时2只小狐狸也已经蠢蠢欲动，以他们现在的体型，就算面对2、3只猎狗，也能轻松拿捏。不对，咱们不能贸然行动，猎狗群好像还在集结，看来附近有大量的猎狗。如果对方有个20、30只，我们未必打得过他们。他们号称是草原的纲常科主任，那一手掏钢技术让所有动物都闻风丧胆。老妈弟弟们，跟我走，这里不适合作战。狐狸妈也赞同阿文的看法，便立即跟了上来。2个弟弟见妈妈离开，也是紧跟其后。如果真的打起来，狐妈肯定会被这群猎狗拖垮。现在我们需要找到一处3面都有遮挡物的地方，防止他们背后掏钢。跑入将近10几分钟后，后面的猎狗群已经集结了10多只。2个弟弟也意识到气氛不对。老妈，这些猎狗为啥老盯着我屁股看呀？我就知道这些家伙不是好东西。妈妈，我们干嘛不直接将他们打趴下？打你个头！你要是敢停下来，就准备喂猎狗肉吧。很快半个小时过去，阿文终于找到一处满意的位置，而此时的猎狗数量已经有20只左右。双方一直僵持着，战斗一触即发，天色渐渐黑了下来，猎狗大军也已经集结完毕。阿文一眼望去，密密麻麻，最起码也有30、40只吧。虎妈也是紧张地看向猎狗群，这恐怕是捅了猎狗窝吧。在猎狗头目的指挥下，猎狗终于发起了进攻。半个小时后，地上躺了一群猎狗尸体，不过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，也全部都挂了台。击杀10几只猎狗后，
胡妈明显已经有些体力不足了，而且对面依然还有10多只猎狗。怎么办？如果再这样继续留守这里，就只有死路一条。可恶，这几只狐狸还真是顽强，我们猎狗家族就只剩下11只了，他们竟然一只都没倒下。再继续战斗下去，我们恐怕也是凶多吉少呀！辛苦了这么多年，没想到一招回到了解放前。不行，我不能放弃这次机会，眼看他们就快不行了，让我们尝尝这狐狸肉是啥滋味。我们千万不要恋战，只要冲出去就爬上那棵大树，猎狗就拿我们没有办法。在狐狸妈的开路下，3只小狐狸很快就突破了猎狗群，全部爬上了大树。不过狐狸妈却因为断后，被猎狗群围在了中间。你们今天一个也跑不了，到嘴的鸭子差点飞了。狐狸妈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。如果我死了，他们肯定会直接吃了我，我这几个孩子怎么办？兄弟们，给我干掉这只母狐狸，拖回去做压寨夫人。可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一声狐狸叫声传来，狐狸大的身影突然出现。你们这些猎狗崽子竟然敢伤害我的女人，吃了雄心豹子胆！最终猎狗群在狐爸的猛烈攻击下再次被重创，只剩下2只猎狗狼狈逃走。我还会再回来的。阿文望着狐狸爹雄伟的身影，第一次他觉得狐爹真帅。危机过后，阿文看着满地的猎狗尸体，瞬间嚎啕大笑起来。这么多猎狗尸体，起码够我们一家子吃上1个月了。我这次能及时赶到，是因为我的另一个老婆就是被这群猎狗给偷袭了。我的那个老婆受了重伤，我失去了2个孩子。狐狸爹这次留在这里和狐狸妈亲热了2天就离开了。转眼间半个月时间过去，阿文一家的伤势也基本恢复，不过猎狗的尸体也消耗的差不多了。没办法，阿文又开始出去捕猎。可刚出洞穴没走出多远，就发现了一只兔子。奇怪，这只兔子怎么感觉傻傻的？不管了，先抓住再说。奇怪了，他看到了我竟然都不跑的，难道是我的速度太快了吗？就是这样的阿文开开心心的将兔子带了回去。当他回到家里后，发现狐狸妈妈还有2个弟弟都抓到了一个兔子。这是啥情况？不是说食物稀缺吗？怎么大家都抓到兔子了？阿文看着自己捕获的兔子，有些难以置信。要是说狐狸妈抓到了成年兔子还说得过去，但是2个弟弟什么时候也能独自捕猎了？大哥，你那是什么眼神？你在怀疑我们的实力吗？对呀，就你能抓到猎物，我们就不能抓到吗？凭什么？你看不起谁呢？我们也是很厉害的好吗？难道这些兔子不是野生的？应该有人在这片领地内投食。看来这片领地很可能是自然保护区。小狐狸从小就偷吃灵芝，因此它的体型比2个弟弟大了一些。这段时间因为有人类的投喂，阿文一家狐狸就没有再为食物担忧。这样不好，很容易麻痹狐狸的神经，以后面对真正的猎物时，一定会连续捕猎失败。一转眼几个月过去，冬去春来，又到了万物复出繁殖的季节。小狐狸崽子都已经10个月大了，阿文的体型已经不比狐狸妈妈小多少，而2个弟弟的体重也已经增长了40多斤。一家4口走在森林内，全部动物都安定了下来。趁2个弟弟玩耍之际，阿文又开始找灵芝。狐狸妈领地内的灵芝已经被我挖没了。就在这时，一声狐狸叫声传来，狐狸爸爸又再次来到了妈妈的领地。阿文这次没有像往常那般冷淡，而是热情的欢迎狐狸爹的到来。爸爸，我都想死你了！此话一出，现场的所有狐狸都惊掉了下巴。大哥今天啥情况？难道他变性了吗？狐狸爹也觉得阿文今天不正常，可还是很喜欢阿文。大儿子不错，身体又长结实了。阿文直接来到了狐狸大面前，趴下不停的用脸蹭狐狸爹。爸爸，这次我要跟你一起走。狐狸爹有些疑惑的看着阿文，你的速度太慢了，我最近都开车巡视领地了。爸爸，你什么时候买的车啊？我是前几天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比亚迪汉，才花了9万多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。这么便宜？是啊，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，5万多就能买奔驰、宝马、比亚迪。这靠谱吗？当然，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可以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还能放瓜子拍卖。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那行，我也去买一台。就这样，阿文跟上狐狸爹的脚步，踏上了继续寻找人生的道路。转眼间，阿文在狐狸爹的领地走了半个小时，狐狸爹躺着休息了起来，而阿文这边便开始到处寻找灵芝。很快他就找到了一颗。狐狸爹有些好奇的看着阿文，儿子，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改掉吃草的毛病？这破草真的这么好吃吗？我只是吃习惯了而已。我勒个去，好苦啊！都已经1个多月没吃人灵芝了，好不习惯啊。休息了一会后，狐狸爹就准备给阿文表演一下捕猎技巧。
儿子，你看好了，老爹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本领。不过打脸来得如此之快，狐狸爹连续2次突击都失手，气死我了！不行，我可不能在儿子面前丢脸。然后他又寻找了一个目标，可结果还是一样。阿文在旁边哭笑不得。看他这肥了一圈的体型，估计狐狸爹在冬季之前吃了太多饲养原味的野兔，才导致各项功能减退。见狐狸爹还在气头上，阿文可不敢上去刷存在感，他默默地跟着狐狸爹后面做个小跟班，两狐狸走走停停。因为狐狸爹没有捕捉到猎物，阿文的肚子饿得不行，于是他趁着休息时间，偷偷地抓了一只仓鼠充饥。狐狸爹趴在一旁看得直流口水。仓鼠就那么点肉，还不够给我塞牙缝的。儿子，你这样可不行呀！你现在都已经是一只大狐狸了，怎么还能捕捉仓鼠这种小动物？你现在应该去捕捉野狼呀！狐狸爹在一旁喋喋不休地教育着，阿文则是一边吃仓鼠肉，一边听着狐狸爹唠叨。父王，您说的都对，我以后一定捕个大家伙回来。而狐狸爹又忍不住暗暗咽了几口口水。第二天，狐狸爹终于发威，捕捉到了一只成年山羊，父子俩总算是饱餐了一顿。那些吃不完的尸体就直接舍弃在了森林中。阿文跟着狐狸爹来到一头雌性狐狸的领地，这只雌狐狸就是之前与妈妈发生打斗的那只。雌狐狸见到狐狸爹到来，立马迎了上来。可当雌狐狸看到阿文时，立马警觉了起来。狐狸爹愣了一下，不要那么紧张，后面这个玩意是我的孩子，他不会伤害2只小狐狸的。雌狐狸虽然相信狐狸爹，但是并未放松警惕，毕竟阿文的体型已经与他爸爸差不多了。这时2只小狐狸跑了过来，他们刚想与狐狸爹亲热，小雌狐狸就看到了阿文。喂，你是谁啊？为什么跟在爸爸的身后？阿文懒得搭理这小崽子，老子是出来找灵芝的，可不是来跟你们认亲的。你以为你长得大就了不起呀？你为什么不理我？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此时小狐狸妈显得有些紧张。只要你敢做出一点要攻击的迹象，那我可不管你是不是我老公的孩子。狐狸爹也看出气氛不对劲，走上前去安抚雌狐狸，然后他转头看着一对同父异母的兄妹。他们只是比大儿子小了1个月而已，可是在体型上却感觉像是差了1年。我这个大儿子的个头已经都有他们2倍大了，看来他将来继承我的衣钵应该没有问题。狐狸爹在这里要待上几天，于是阿文给2只小狐狸取了名字。雌狐狸就叫泼妇吧，每次看到我都凶巴巴的。小熊狐狸长得这么小，就叫土豆吧。这时泼妇又来到阿文面前，你到底是谁？咱们以前肯定在哪里见过。阿文露出和蔼的表情。小妹妹，你肯定记错了，咱们是第一次见面，以前可能在梦里见到过。那我为什么感觉你这么熟悉？我是不会告诉你，几个月前我一巴掌把你给拍飞了。我这次跟狐狸爹过来的目的是跟这一家搞好关系，至少也要混个脸熟。到时候我独自一伙过来挖灵芝，这样至少小狐狸的妈妈不会捣乱。注意看，阿文抓不到猎物，竟然直接抛野出动。挖了一上午灵芝的阿文，忽然感觉肚子疼，要不是肚子咕咕叫，忘记了今天还没吃饭呢。很快阿文就盯上了一只落单的小羊，可是以阿文1个小时50公里的速度，根本追不上小羊。追了80多米后，阿文就停止追击。这家伙还真是能跑，难怪他们能在森林内生存下来。野生动物就没有一个是简单的，看来今天又要挨饿了。转眼1个月过去了，狐狸爹与小狐狸的妈妈终于修成正果。估计明年我又要多几个弟弟妹妹了。随即2只狐狸又继续上路，只不过这一次还没走出去多远，一位不速之客突然出现，一头体型庞大的雄性狐狸出现在狐狸爹领地内。俗话说一山不容2虎，更何况是狐狸。阿文缓缓向后退去。成年狐狸间的战斗可不是自己能够掺和的，毕竟我还太小。如果狐狸爹真的落败，我只能逃跑。不过狐狸爹体型明显比对方大了一些，应该能打得过。你是从哪里来的？速速退去，方可饶你一命，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小小鼠辈，休要猖狂！今天我来到这里，就是取代你的位置，你最好赶紧离开这里，否则我的爪子可不长眼。狐狸爹见对方不愿离去，于是双方都发起了冲撞。你腰上的车钥匙是怎么回事？你都能买得起车了？我是前几天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比亚迪汉，才花了9万多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。这么便宜？是啊，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，5万多就能买奔驰、宝马、比亚迪，这靠谱吗？当然，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可以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还能放瓜子拍卖。买来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，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。好，回头我也买一台，但是我今天要先收拾了你。很快2只狐狸就厮打在了一起。阿文站在远处观望着，丝毫不敢轻举妄动。要是能再给我半年的时间就好了，那个时候我的体型应该就能超过爹爹了。到那时，即使爹爹战败，自己也能全身而退。
如果老爹战败，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。双方的战斗也进入到了白热化，狐狸爹被对方打得节节败退。好在他平日里吃好喝好，体能方面全部碾压对方，对方显然已经力不从心。很快对方就被打得节节败退，在留下一身伤后转身就离开。死胖子，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会再回来的。此话一出，狐狸爹立马追了上去，想要杀了他似乎不太现实，没办法，只好将他赶出领地。狐狸爹才停了下来，阿文也是一路跟了过来。这个家伙肯定不会就此罢手，说不定会偷偷的进入狐狸爹的领地捣乱。今后的日子恐怕要提心吊胆了。每天阿文提心吊胆的吃着灵芝，四处观望，生怕那家伙不知不觉冒了出来。直至1个月以后，阿文跟着狐狸爹又回到了狐狸妈的领地。时隔1个月，阿文回到这片出生地，顿时开心的不得了。吴妈此时正带着2个小崽子在河边钓鱼。当狐狸妈见到阿文回来后，她迅速的跑了过来。大儿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阿文自从重生成狐狸后，对妈妈是完全认可的。当狐狸妈认真看向阿文时，发现对方的体型已经比自己还大了许多。看来我家大儿子长大了。狐狸爹站在旁边看着3兄弟，心中就越发的自豪了起来。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更比一代强呀！狠狠把我拍在沙滩上。2只小狐狸也目瞪口呆。大哥，你都比妈妈还要高了。这1个月我们都已经很努力了，没想到我们之间的差距确实越来越大。大哥，你是狐狸吗？我当然不是正常狐狸，我可是超级无敌狐狸王。为了庆祝我的体型超过的妈妈，今晚的晚餐就交给我吧。说完，阿文就转身准备前去捕猎，2只小狐狸立马就跟了上去。大哥，你等等我。这2个小崽子应该是挺长时间没看到我想我了吧？大哥，你跟着爸爸出去玩的怎么样？外面的世界是不是很大？走吧，我们边走边聊。随后，阿文将这2个月发生的事情都述说了一遍，2个弟弟都是听得崇拜不已。这一次，狐狸爹同样是跟妈妈亲热了2天就离开了，毕竟占领那么大的领地，还有那么多妃子需要照顾，注定一生奔波劳碌。大哥，没事来陪我们玩啊！我们好久没有在一起玩疯闹了。阿文有些无语，这2个弟弟欠揍的毛病是一点没改啊。好吧，那我今天就成全你了。就在这时，一大一小2只狮子朝这边走。咦，这不是那只母狮子和小幼狮吗？母狮见到3只狐狸也是愣了一下。狐狸王不是已经离开了吗？这怎么还会有一只成年狐狸？孩子快跑！但是狮子的速度又哪里跑得过狐狸？你们到底想干嘛？跑什么跑？留下来陪我们兄弟玩啊！没想到短短2个月时间，我已经拥有与狮子一战的实力。这时2只小狐狸也已经拦住他们的后路。狮子妈此时心急如焚，我自己有能力从3只狐狸手中突围，可自己的孩子怎么办？赶紧滚开，不然我杀了你们！你以为我会怕你吗？狮妈着急了，她怒吼一声就朝着阿文扑来，但是阿文根本不与她正面交锋，一个箭步就轻松跑远了。狐狸妈一家在河边用尾巴钓鱼，2只狮子无意间闯入了狐狸的领地。阿文冒险引开狮子妈妈，只为了让其2个弟弟能独立捕获1只狮子幼崽。小狮子看妈妈跑远，刚想跟上去，却被2只小狐狸给拦住了。小朋友，你应该没想到会有今天吧？你不是我们兄弟俩的对手，快束手就擒吧！此时小狮子也是慌了，怎么办？妈妈被那只大狐狸引得越来越远，现在我又被这2个小崽子围住。 2只小狐狸可不会给狮崽子机会，他们也不和他讲什么武德，直接扑了上去。狮子妈追了一段距离后，也发现了不对劲。我为什么看着他这么眼熟？难道他是那只消失了3个月的狐狸幼崽吗？可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小狮子的求救之声。不好，药师离山之际，孩子有危险。狮子妈迅速转身回去支援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他回去，不然2个弟弟就危险了。阿文顾不得太多，直接与狮子妈大战了起来。过了没一会，狐狸妈也赶到了。没想到大儿子成长这么快，他都已经能与成年狮子打得有来有回。既然有机会，今天就将2只狮子多留下吧。狐狸妈一个纵身也加入到了战场。等一下，你这个车不错，在哪里买的？我是前几天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比亚迪汉，才花了9万多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。这么便宜？是啊，年底瓜子有110补贴活动，5万多就能买奔驰、宝马、比亚迪，这靠谱吗？当然，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可以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还能放瓜子拍卖，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。话音刚落，几只动物又打了起来。狮子妈发出了凄厉的惨叫之声，短暂的交锋后，一身血。接着，一个庞大的身影从远处冲了过来。我勒个去，那是一只成年雄性狮子！2只小狐狸吓了一大跳，大狮子正往他们这边冲来，小狐狸吓得转身就跑。
你奶奶的，这个家伙真大啊！两个小家伙使出吃奶的力气，头也不回的拼命狂飙。阿文与狐狸妈也是吓了一跳，这个家伙也太大了吧！估计狐狸爹来了都要退避三舍。大儿子狮子王来了，我们撤退。阿文此时也赞同狐狸妈说的，我可不傻，再不跑就要让人家放葱姜蒜了。占了老娘便宜还想跑？母狮子飞快的追了上去，但是他们的速度根本比不过狐狸，没一会他们就追丢了。可恶啊！我要报仇，终有一天你们会落在我手里，看我不给你点颜色瞧一瞧！哼！昨天阿文又在吃灵芝，可没想到的是半成年的他已经比狐狸妈都大了。由于阿文长得太大，终究还是被人类发现。师傅化验结果出来了，我们从那只狐狸排泄物中检验出来有灵芝的成分。库里拉顿时一惊，狐狸竟然会吃灵芝，难道他知道吃灵芝对他有好处，所以才会发育的这么好？你立刻安排人员多采集一些他的粪便，看看他到底吃了多少灵芝。好的，师傅。库里拉看着屏幕上狐狸一家的视频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。难道他这3个月跟着狐狸爹离开，是外出寻找灵芝去了？这只狐狸竟然有人类的思维。此时阿文一家人还在吃昨天捕获的鱼，狐狸妈现在感觉到好大的压力。这3个崽子太能吃了，一天至少能吃1头猪。好在大儿子长得大，能经常出去捕猎，照顾2个弟弟。吃着吃着，阿文无意间就离开了。妈妈，大哥又不见了。最近大哥怎么老是神神秘秘的？大宝都已经这么大了，反正他1-2天后就会回来。而此时的阿文正在狐狸爹嫔妃这里寻找灵芝。咱可以不吃肉，但是灵芝可不能停。就在这时，狐狸一家出门捕猎。哪里来的狐狸，竟然敢来我的领地撒野？阿文一脸妩媚的走了过来。漂亮阿姨是我呀！狐狸妈也是愣了一下。这不是大王的那个孩子吗？泼妇小狐狸见到阿文就想冲上前来，但是狐狸妈却是将他拦住。不要过去，你赶紧离开我的领地，否则我就嘎了你！哼！土豆在一旁也是狐假虎威，赶紧离开这里，不然我就打爆你的头！阿文瞥了一眼土豆一眼，这个小家伙还真是欠揍，以后找个机会一定要好好收拾他一顿。怎么说我也是他的大哥，就不知道尊敬长辈吗？阿文只是过来找人参的，不想与其他狐狸发生冲突。竟然有敬酒，干嘛还选择罚酒？长那么大个子，原来是个胆小鬼呀！狐狸妈看着阿文离去的背影，眼神越发的凝重。才2-3个月不见，这个小家伙的体型更大了。狐狸妈看了看土豆，自己的孩子将来能竞争得过他吗？阿文离开后依旧寻找着灵芝，可就在这时，不远处传来一阵吵杂之声。阿文缓缓靠近一看，好多肥猪啊！看来今天不用空手而归了，又有美食吃了。阿文抓准机会，猛地冲向肥猪群，盯准一只30斤左右的小野猪就扑了上去。没一会，小肥猪就没了呼吸，阿文就开始大块土提了起来。这30斤左右的小野猪就是嫩。阿文不禁有些感慨起要是能做烤乳猪就好了，我都多久没吃过熟食了。阿文吃饱后，小肥猪还剩下20几斤，这些带回去给谁吃啊？3只狐狸也不够吃啊！如果小野猪再大一点就好了，还是给狐狸妈吃吧。于是阿文吊起半只小野猪，欢欢喜喜的朝着狐狸妈的领。阿文因长期吃灵芝，半成年的他已经比狐狸妈长得还大。狐狸妈见状吓了一跳，不行，我要去捕猎，多吃一点肉才能长得大一些。妈妈，等等我！重生几个月后的我，看了看自己的体型，顿时吓了一跳。现在的我体型已经全面超越狐狸妈了，换句话说，狐狸妈已经有可能打不过我了。阿文抬头望月，大喊一声，震破山野，一股浓浓的狐狸王之威在山林蔓延。此时正在睡觉的老二被吵醒。大哥大半夜在那里鬼叫什么？一天天的净搞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。老三同样也惊醒了。什么声音？刚才好像有狗在叫。瞎说啥呢？是你大哥在发春呢。是大哥啊，我还以为是哪里来的野狗呢。狐狸妈此时望着阿文怒吼的方向。大儿子果真是天赋异禀，现在也是越发的威武雄壮了，相信他很快就能赶上他爸爸。这时狐狸妈眼中出现一丝悲伤。这孩子长大了，就意味着要和自己分开了。不管是人还是动物，母亲与孩子的分离都是极为难受。我们还能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。时间一晃，又是半个月过去，狐狸爸再次巡视到狐狸妈领地。孩子们，爸爸来看你们了。2只小狐狸迅速跑上前来，现在它们的体型都已经达到280多斤，已经不比妈妈差多少。不过在狐狸爹面前依旧是个孩子。当狐狸爹看向阿文时，顿时一惊。这孩子的体型都已经快要赶上我了，下年差不多就要离开领地了。夏季的天气非常炎热，一家狐狸都躲在大树下乘凉。阿文无意间发现狐狸爸爸身上明显还有几道没愈合的伤。看来上次出现的那只狐狸并没有放弃，狐狸爹这些新伤应该就是那只狐狸留下的。
这样看来，那只狐狸并不会善罢甘休，有可能会卷土重来，这是一个大隐患。可是狐狸爹的实力与其相差不大，想要留下对方很难。狐狸爹这次在领地待了1个星期，将身上的伤养好后才离开。时间一晃又过去半个月，阿文此时的体型已经远远超过狐狸妈，而小狐狸的体型也已经与狐狸妈持平。他们渐渐长大，狐狸的骄傲开始慢慢展现。他们知道打不过阿文，就只能和对方相比。好几次在玩闹中都变成了真人，基本每次都要见血。不过好在阿文每次都会在关键时刻出手阻止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，兄弟之间要和睦互助互爱，知道吗？是。狐狸为什么不是群居？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。过了没一会儿，大哥，二哥把我的兔子抢走了，我本来是留着当宵夜的。他抢你的，那你就不会再抢回来吗？好的，我明白了。小狐狸气冲冲地来到二哥面前，二哥赶紧把我的兔子还给我，否则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还给你，你在想屁吃呢？老二叼起兔子转身就跑了出去。你奶奶的，竟然不还给我！看我逮住你后怎么收拾你！阿文看着2个弟弟打闹，不由得露出无奈的表情。老二要显得聪明一些，身体精壮，速度更快；3弟则稍显憨厚。很快又是1天时间过去。这个死老二早上是不是没吃药呀？阿文站起身来，既然都醒了，那就去解个手吧。当阿文走到1棵大树下抬腿，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阿文眼前出现一个圆圆的东西。来呀来呀，来吃我呀！看起来像是蘑菇。阿文缓缓靠了过去，然后伸出爪子碰了一下，一缕白雾从蘑菇中喷了出来。阿文猝不及防吸了一些进去，随后他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刚才那道气体到底是什么东西？难道这是灵气？不知道等会还会不会喷出来。如果还有的话，我一定要多吸一点。阿文就这样趴在地上不愿离去。这怎么不喷气体了？原来是动一下才能喷气体，好东西可不能浪费了。就这样持续了几10分钟，蘑菇也不吐气体了。阿文感觉全身充斥着热力，有一种生命要进化的感觉，真的是太舒服了。这气体果真是好东西。就这样，阿文一直守在这里。没一会，二狐狸愣头愣脑的跑了回来。大哥，老妈喊你回家吃饭了。我不吃，你自己回去吃吧。二狐狸愣了一下，他不吃饭，这有点不合理啊。大哥平时都是吃饭第1名的，今天这是哪个筋搭错了吗？难道他藏了什么好东西，自己躲起来吃？二狐狸又急忙回头走上前看了看。这是啥呀，大哥？看上去也不好吃呀。小孩子，你懂个溜，上一边玩去。二狐狸有些不解。大哥，你真的不回去吃饭吗？不吃了，你赶紧回去吧。二狐狸离开后，阿文又继续趴在那一动不动，直到中午，阿文妈也过来了。大儿子，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阿文回过头来，妈妈，我很好，我没事，你们不用担心我。你该休息就去休息吧。在阿文的安抚下，狐狸妈也只好无奈的回去了。直到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，小狐狸也是忍不住好奇跑了过来。大哥今天到底怎么了？可是他看了好久，却是什么也没发现。最后小狐狸也是放弃离开了。阿文等了一整天，那团气体依然没有出现。阿文心中也是有些着急。那种气体到底还有没有？还会不会再来？万一没有了怎么办？我要不要将地面挖开看看？时间01分01秒过去，天色也是渐渐暗了。拜拜。狐狸不仅吃草，还会吸烟。夜幕降临，月亮升起之时，白气再次升腾而起。阿文想也不想，直接扑上去就是猛吸。这可比早上吃的灵芝强多了。不过这东西好像不抗饿啊，1天没吃东西了，肚子有点饿啊。二弟，去给我送点吃的过来。二狐狸虽然有些不情愿，但是还是叼了一只野猪过来。大哥，您的饭来了，你快点吃，吃完了去帮我们捕猎。这么大的体格白长了，天天闲着。吃完了就去帮你们。今天答应弟弟去捕猎，刚好试一下自己的实力。此时狐狸妈他们都在等着阿文回来，等了没一会儿。妈妈，你看，你的大儿子他回来了。太好了，这下终于可以轻松一点了。狐狸妈也是松了一口气。大儿子你不在的这几天，自己捕猎的压力可真的是大呀。走吧，今天的猎物就交给我了。快一家子就来到了狩猎区。你们都在这里等着我。是。说着，阿文就独自走了出去。没一会，阿文就盯上了一只成年野狼。今天的目标就是你了。这只野狼起码有200-300斤吧。平时想捕捉这么强壮的野狼，只有狐狸爹能做得到。今天老子就拿你试试水吧。话音刚落，阿文直接冲了上去，
等一下，你身上的车钥匙是怎么回事？你都能买得起车了？我是前几天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比亚迪汉，才花了9万多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。这么便宜？是啊，年底瓜子有110补贴活动，5万多就能买奔驰、宝马、比亚迪，多靠谱吗？当然，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可以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还能放瓜子拍卖，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。话音刚落，阿文再次冲上去，野狼都没有反应过来，就被阿文扑倒在地。整个过程不到1个呼吸的时间，狐狸妈他们全部没有反应过来。顿时，大儿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这速度感觉比豹子还要快。阿文自己都有些惊讶，没想到这么轻松就拿下了野狼。哎呦，真是没想到那些灵气的效果这么好。这时虎妈他们也走了过来，他们全部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阿文。长得和以前一样，身高也没发生变化，可是怎么就跟换了一只狐狸一样？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快点过来吃饭啊！狐狸崽子们看着野狼的尸体，天大地大，食物最大，他们才懒得动脑子呢，直接上去大口吃了起来。这次他们都有意的让开腹部最好的位置，那可是大哥最喜欢的位置，咱们还是不要和他抢了。很快一家狐狸终于是吃得饱饱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们还是将食物带回去吧。阿文随意的一拍，野狼的脊椎瞬间就被阿文拍断，狐狸一家看的都有些心惊胆寒。大哥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这也太吓狐狸了。狐狸妈他们将食物带回去后，阿文独自来到1里外的一处空地上。虽然我能轻松捕捉野狼，但还是没有具体明白自己的极限。现在先测试一下自己的速度与力量。这个区域刚好空旷，是个测试的好地方。阿文一个猛冲出去，他一边跑一边计算着时间。当他跑了1个来回后，正好数到了13。400米的距离用了13秒，平均每秒大概是30几米。换算成公里的话，大概是每小时110公里。这可是猎豹的速度啊！阿文激动不已。好了，现在该去试试力量了。阿文在树林内找到了一棵10厘米粗的大树，随后阿文抬爪子一拍。我的乖乖这么厉害，不过狐狸爪子也有些疼啊，没必要实验下去了，毕竟咱用肉掌去拍树，多少是有点傻了。随后阿文又悄无声息的来到那个蘑菇旁边，开心的盯着那个蘑菇傻笑。这是我一个狐狸的秘密，我一定要好好守护这里，要是被破坏后不再冒出白气了，可怎么办？时间一晃又是1个月过去，狐狸妈打算带着一家子换个居住地，因为在一个范围一直捕猎，食物肯定会越来越少。阿文自然不愿意离开。我要是走了以后出气孔怎么办？万一被破坏了，那我找谁哭去？妈妈，我不想离开这里，我在这附近还有点事情，还不能离开。狐狸妈现在基本以阿文为主，毕竟阿文现在100%捕猎的成功率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留下来吧，到时候捕猎多跑远一些就是了。就这样，他们一家全部驻扎了下来。晚上，阿文又来到蘑菇旁边守。有了蘑菇之后，那我还要继续吃灵芝吗？阿文思考了一会，还是继续吃吧，反正也不花钱。阿文又看向蘑菇，这些白气啥时候能再出来啊？其他地方会不会也有啊？想着想着，阿文就睡过去了。第二天一早，阿文就离开了狐狸妈的领地，到处找灵芝。可就在这时，只见狐狸爹的妃子带着2只小狐狸走了过来。阿文没有刻意躲避，因为以他现在的实力，遇到雄性狐狸都不带怕的，更何况是带娃的雌性狐狸。阿姨是不是刻意在这里蹲我？要不然我刚出现就被抓了个正着，真是只小肚鸡肠的母狐狸。此时小狐狸妈面对阿文更加忌惮，她只敢在远处低吼驱逐。这个小家伙的成长速度真的太可怕了，我现在要是和他交手，估计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。阿文看了小狐狸他们一眼，转身直接就离开了。我毕竟不是真的野兽，尽量避免发生冲突。怎么说，阿姨也算是自己的长辈。走着走着就踏入了狐狸爹另外一个妃子的领地，就迎面遇到了武追。没想到今天这么点背，竟然在这里遇到了狐狸爹。最后多说一句，快过年了，开车回家有面子，赶紧上瓜子选车吧。会吸烟的阿文获得神秘力的一巴掌竟然拍死一只成年狐狸。阿文无意间闯入了狐狸爹的领地，雄性狐狸的领地意识极强，哪怕自己的孩子也不行。大儿子为什么跑这里来了？难道他对姨娘们有什么想法？你小子跑这里来干嘛？阿文显得有些尴尬，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老爹，我是过来找草吃的。狐狸爹显然有些不信，用怀疑的眼神打量阿文。老爹，我真的没有骗你，妈妈领地内的那种草都被我吃光了，所以我才跑到这边来找的。狐狸爹沉默了一会。好吧，我暂且相信你一次，以后没事别往这边跑了。是，那我这就回去。我操！阿文终于松了一口气，他可不想跟狐狸爹开战。看着阿文离去的背影，狐狸爹眼中流光闪闪。看来不能等到明年了，这个冬天就要将阿文赶出领地。找不到灵芝的阿文没办法，又跑回去吸烟。二胡趴在不远处看着阿文。大哥真的很奇怪，前段时间一直在吃草，
最近又开始吸烟了，难道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的比肉好吃吗？大哥，他到底是不是狐狸呀？阿文吸收完气体后，就打算出门去寻找新的魔法。老妈，我等下要出门一趟，可能要回来晚一些，你们不用到处找我。可还没等阿文离开，狐狸爹却是伤痕累累的出现，他身旁还跟着另外的一家狐狸。还没等几只狐狸反应过来，狐狸爹大喊一声：“你们快离开！有只成年雄性狐狸要来了，我被对方打败了。”阿文有些发懵。我昨天找人参遇到狐狸爹时，他不是还好好的吗？可就在这时，一声狐狸叫声从后方传来。没想到对方的速度这么快。阿文一家子没有选择离开，而是来到狐狸爹身边与他一起面对。狐狸爹看了看身边的亲人，竟然如此就和他拼了。自己这边占着数量优势，似乎也不是没有一战之力。如果赢了，也能保住这两家子的性命；如果输了，那也只能认命了。一家狐狸此时全部做好了战斗准备。当那只入侵雄性狐狸即将靠近时，他却是停住了脚步。有这么多狐狸，可恶！那只重伤的狐狸不足为惧，那2只成年雌性狐狸也不算什么，还有那几只小狐狸也能应付。可是它们加在一起就有点棘手了，搞不好它们就会威胁到我的性命。入侵狐狸顿时陷入了两难的抉择。快点离开我们的领地，一旦开战，我们将会和你拼命，即使杀不了你，我们也能让你重伤。就在这时，二狐狸发现阿文不在队伍。大哥呢？大哥刚才没有跟我们在一起吗？二狐狸回过头去，发现阿文还在慢悠悠的往这边走着。大哥，这都啥时候了，你还不快点过来帮忙？数你体格最大了。与此同时，入侵狐狸也做出了最终决定。这次机会难得，好不容易偷袭重伤狐狸王，要是让他把伤势恢复，怕是再想杀他就更难了。只要我将狐狸王杀掉，我看他们再怎么联合也不足为奇。入侵狐狸怒吼一声，锁定目标，直接朝着狐狸爹扑去。可还没等他身影靠近狐狸，一道比他还要快的身影出现。所有狐狸全部惊呆了。刚才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敌对狐狸直接就趴在地上了？狐狸爹震惊地看着躺在地上的入侵狐狸，随后转头看向阿文的方向。刚才好像是大儿子将他拍飞出去的，这怎么可能？所有狐狸都将目光移向阿文。天哪，大哥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大哥一巴掌就将那只成年狐狸给拍飞出去了，而且到现在那只狐狸还是蒙圈状态。阿文缓缓来到入侵狐狸面前，眼神居高临下看着入侵狐狸，就如同一个高高在上的王者在俯视一个小兵一样。入侵虎心中狂怒，这么多年来自己哪里受过这种妖气？可恶啊！我才是王者，我才是高高在上的狐狸老大。可是他身上的气息却是越来越虚弱了。嘎了吗？他就这么嘎了吗？大哥到底是不是狐狸？一掌就将巅峰期的成年狐狸拍死了！天哪，这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此时狐狸爹心中最是复杂。昨天他还想着大儿子成长速度太快，准备这1-2个月就将他赶出领地，谁曾想今天就给他来了当头一棒。对方比我实力高那么多，结果被大儿子一巴掌拍去，剑太牢了，那我岂不是？狐狸爹心中五味杂陈。大儿子是准备将我赶出领地呢，还是会直接也给我拍走呀？阿文只是看了虎爹一眼，并没有做出任何行动，只是默默地走到一旁趴下休息。狐狸爹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大儿子没有谋权篡位的想法，不愧我以前那么疼他，这可真是个好孩子。次日，阿文继续出门寻找灵芝和蘑菇出气孔。这次他来到狐狸爹另外一个妃子的领地，可让阿文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阿姨一家全部遭遇不测。这3只狐狸应该是被入侵狐狸杀害的，而阿姨应该是保护自己的孩子，也被对方带走了。随后，阿文给阿姨挖了个坑，将他们一家全部葬在了一起。希望你们一家在另外一个世界能安好吧。阿文收拾好心情后，回到狐狸妈领地，他将阿姨的遭遇告诉了狐狸爹。狐狸爹眼中显然闪过一丝悲伤，他立马转过身去。阿文叹了一口气，狐狸爹身为狐狸王，他应该是见惯了生死，或许他很快就会忘记什么。拜拜。小狐狸因为经常吃灵芝，没想到体型比他爹还大。狐狸爹这次因为受伤太重，一直在这里待了一晚上没回来。阿文夜观天象，隐隐有种感觉，或许今年的冬天会比去年还要寒冷，看来需要做一些准备了。虽然我可能不需要，但是我必须为了狐狸妈和2个弟弟着想。当阿文开始捡枯草时，2个弟弟也纷纷过来帮忙，因为去年冬天的时候，他们已经体验到草窝的好处。狐狸爹看着忙碌的几个小狐狸，他觉得自己的生存价值会受到巨大的挑战。我们可是狐狸呀，为什么要自己去搭窝呢？咱们看上哪个窝，直接抢过来不就好了吗？小狐狸们没有搭理狐狸爹，一切都是以阿文为主。又是1周过去，狐狸爹伤势早已痊愈。我其实很想一直留在这里，毕竟这里有吃有喝，而且还不用自己捕猎。但是我是狐狸王，还要去看望其他几只雌狐狸和幼崽，这可能就是我的宿命吧。狐狸爹离开后，
狐狸妈就立马发起了家庭会议。孩子们，冬天要来了，我们也是时候换个资源丰富的居住地了。冬天我们也不可能跑那么远去捕捉猎物。狐狸妈将眼光移向阿文。老妈，你看我干嘛？我反正是不会走的。狐狸妈低吼一声，显然她有些生气。那老二老三，我们走，让你大哥在这里自生自灭吧。两只小狐狸看了狐狸妈一眼，脚下却是没有离开的意思。二哥，要不你跟老妈走吧，我留下来陪大哥。你给我滚！你小子想得真很美，你跟在大哥身边吃香喝辣，让我跟着狐狸妈去受苦受难吗？狐狸妈顿时一惊，哭倒在地。你们真是翅膀硬了，白白养你们这么大。狐狸妈完全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。我这个妈妈做的也太失败了，居然输给了自己的儿子。不过狐狸妈再想想，再强大也是自己的孩子。然后释然了。我好像输的不冤，那现在怎么办？走还是不走呢？算了，我一个狐狸走也没有意义。狐狸妈生气且尴尬的走到一旁，不去搭理这三个不听话的孩子。阿文看着狐狸妈也是哭笑不得。或许是时候让狐狸妈吸收一些白气了。我现在吸收白气的效果越来越差了，毕竟体重在逐渐增大，原先同样多的量就会渐渐变得微不足道。阿文抬头望天，这个寒冬绝不简单，动物生存的环境将会变得越发恶劣。阿文又看向狐狸妈跟两个弟弟，他们也需要变得更强，来面对这个冰冷的环境。画面一转，阿文带着狐狸一家来到出气魔谷区。老二有些不解地看着阿文，大哥，你带我们来这里干嘛？难道让我们看你吸烟吗？阿文没有理会二狐狸，你们就在这里等着。狐狸一家都有些懵，但是碍于阿文的强大实力，他们还是老实的听从。过了没一会，蘑菇内冒出了白气，阿文张开嘴开始吸了起来。当白气全部被阿文吸完后，阿文体内再次散发一股前所未有的能量。你们刚才看到了吗？那些白气被我吸到肚子里后，可以让我变得强大。我们以前吸到烟气都会呛鼻子，我们才不会上你的当。大儿子别闹了，你找我们到底什么事情？不用再开这种玩笑了。阿文知道他们不会轻易相信自己。妈妈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这些白气真的可以让我们变强壮，你们可以先尝试一下，以后你们会知道了。妈妈，晚上你先来。狐狸妈吓了一跳，往后退了几步。大儿子，你可别害我呀！两只小狐狸在一旁傻笑。还好大哥没有点我们，妈妈今晚就辛苦你了，你自己小心点哈。天色渐渐开始暗了下来，狐狸妈的情绪也开始紧张起来。老妈，你可以过来了，再等一会儿白气就要出来了。狐狸妈不想去，但是她想到大儿子的暴脾气，恐怕由不得他自己。自从阿文上次一巴掌拍死入侵狐狸后，她就有些害怕阿文发飙。狐狸妈站起身来，缓缓朝着阿文走去，而两只小狐狸也是跟过来看戏，因为能看见阿文出丑了，他们可是会很开心的。等一下，老妈被呛到后，我看你怎么解释。狐狸妈看了阿文一眼，大儿子真的要这样吗？妈妈相信我，我不会骗你的。好吧，那妈妈就相信你一次。随后狐狸妈的眼神变得坚定下来。阿文抬头看了看天色，时间应该差不多了。白气从蘑菇里冒了出来，狐狸妈愣了一下，才凑上前去。阿文看得有些心疼，真是太浪费了，这起码消散了一大半，这玩意可是比金子都珍贵。过了一会，狐狸妈终于吸收完毕，这白气竟然没有异味，而且不呛鼻也不难受。很快白气的效果就出来了，狐狸妈身体也莫名有一股莫名的力量。好舒服啊！大儿子果然没有骗我，下次再让我吸这些白气，我必须将它们全部吸完。这种白气还有吗？我还想再吸一次。两只小狐狸都有些震惊地看着狐狸妈。完了完了，这下连老妈都被大哥带偏了。不过那些气体真的那么好吗？看老妈刚才那表情，似乎很享受的样子。老三走上前来，大哥，我也想试试那个白色气体。等等吧，明天轮到二狐狸，后天你再来。两只小狐狸都露出期待的眼神。大哥和妈妈都喜欢那个白气，多半是不会有错吧？狐狸妈按照阿文说的感受了起来，我身上的暗伤感觉都恢复了，身体变得更轻了，力量也变得更强了。狐狸妈睁开眼，震惊地看着阿文。大儿子，难道你之前说的都是真的？阿文对狐狸妈笑了笑，而狐狸妈眼神突然变得犀利起来。老二、老三，明天、后天你们不用吸收了，全部都让给妈妈吸。小狐狸吸完烟后飘了，想测试自己的能力。自从狐狸妈吸完烟以后，尝到甜头就开始生性爆发，想要将灵气占为己有。最后在阿文强大的实力面前，还打消了念头。儿大不由娘啊！说完就转身离开了。第二天清晨，阿文就守在蘑菇旁边，因为他只打算让狐狸妈他们吸收晚上的那一次，白天的灵气阿文自己吸收用。这次阿文没有叫狐狸妈他们过来，可他们却自己跑过来偷偷观看。我也好想知道那些白气是什么味道，不过还要等到天黑。二狐狸开心地跑到阿文面前，大哥，你说我以后能不能也像你现在一样强大呀？那是自然，
你以后肯定比我厉害。二狐狸两眼冒光，兴奋的不得了。我以后一定要像大哥一样厉害，勇猛无敌，无所畏惧。小狐狸在一旁听不下去，马屁精一天到晚就知道拍大哥马屁。随即小狐狸也来到阿文面前。大哥，那我以后也能像你一样强大吗？我也想像你那样，一巴掌就能拍死一只成年狐狸。阿文笑了笑，当然你也是可以的。小狐狸听完高兴的蹦来蹦去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也能像大哥一样厉害。慢慢的，夜晚终于来临了。二狐狸已经迫不及待的来到蘑菇旁边。过了没一会，气体喷出，二狐狸想也不想，直接张开大口猛吸了起来，很快就将气体吸收完毕。哇，好舒服啊！小狐狸和狐狸妈在一旁看得满脸羡慕，狐狸妈心中还有些后悔。昨天因为自己的犹豫，白白流失了那么多的白气，我怎么能那么浪费呢？小狐狸此时口水都流了出来。我也好想快点吸收到白气啊！2分钟后，二狐狸睁开眼睛，他昂天大吼一声，我感觉自己比以前要变强了不少。随即找到一个大树，一掌拍了下去。我去，好痛好痛，草率了，原来我还拍不倒一棵大树。随后二狐狸转头看向老三，既然拍不倒树，那就用老三练练手吧。第3天终于轮到小狐狸了。当小狐狸吸收完白气后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二哥报仇。一家狐狸在白气的酝酿中慢慢变强，时间一晃1个月过去，狐狸一家的实力都发生了巨大变化。他们3个差不多能与狐狸爹媲美，抓捕猎物也是手到擒来。阿文就轻松了很多，他现在只要守着洞口吸烟就行了。对了，老妈，你们以后出去捕猎时多留意一下，有没有其他相似的出气筒，我们现在很需要这些东西。狐狸妈几个答应后，就兴冲冲地跑出去了。阿文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希望他们能找到吧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但是出气孔依然没有任何消息。冬季的第一场雪终于来临，阿文开始担忧起来。随着我的体型越来越大，早晚会被人类盯上，到时候我又该何去何从呢？与此同时，狐狸爹正在往狐狸妈领地这边赶来。这个冬天实在太冷了，我都已经3、4天没捕捉到猎物了，说不定大儿子那里会有食物。很快，狐狸爹就来到狐狸妈领地。当他看见食物后，想也不想就扑了上去。怎么这么硬？估计是上冻了，有点硬呀。不过没关系，冬天有的吃就不错了。狐狸爹啃了几口后，才发现草窝里的狐狸妈挺了。虎爹有些尴尬，不过还是低头继续啃食。身为狐狸王，脸皮自然是完美级别最后看。老爸，你好久都没来我们这里了，你是不是很久没吃肉了？看起来都瘦了1圈呀。狐狸爹心中有些尴尬，不过他还是继续啃食。你先等我吃饱了再说，理会劳资会让你知道玩笑是不能随便开的。可就在这时，狐狸爹隐隐约约感觉后背发凉。当他转头的瞬间，一个比他还要高大的身影出现，狐狸爹顿时一惊，差点吓尿了。这是大儿子吗？你咋长这么大了？是我啊，爸爸，你怎么连我都不认识啊？阿文面带微笑，其实也没什么，我就是长得快了些而已。狐狸爹有些蒙圈，也不知道阿文这样算不算正常。或许这就是天赋异禀吧。爹，你继续吃吧，等你吃饱了，我们等下再交流。二狐狸兴冲冲的来到阿文面前，大哥，那个出气蘑菇能不能再让我吸一次啊？小狐狸也立马也凑了过来。是啊，大哥，你看你现在都这么强大了，而我们现在还这么弱小。狐狸妈闻言也打起了精神，期待的看着阿文。现在还不是时候吸收白气，虽然能让你们强大，但同时也会带来危险。危险？有什么危险呀？凭我们一家狐狸的实力，还有什么能威胁到我们？是啊，大哥，现在就算我们遇到老虎，也能轻松捕猎它们。阿文朝着洞穴外面望去，森林之外还有一种比老虎还要可怕100倍的生物，它们虽然体格弱小，但是它们却会制造出非常厉害的武器。老虎在他们的武器面前也不堪一击，我们狐狸也是一样。二狐狸听后顿时一惊，还有这么可怕的生物吗？可是我们狐狸有尖利的爪牙，还有灵活的走位，还有什么动物能敌得过我们？难道他们的武器比我们的爪牙还厉害吗？以后你们就会知道了，人类的可怕也只有人类才能明白。狐狸爹厚着脸皮去儿子家蹭吃蹭喝。你小子活得不耐烦了，看我不拿你们好好立威一下。为父很长时间没有考验你们的实力了，今天就让父王看看你们的实力吧。二狐狸听到老爹要和他们切磋，顿时眼睛就亮了起来。最近吸收白气后实力暴涨，刚好拿老爹练练手。好啊好啊，老爹让我先来吧。你们还是2个一起来吧。说完，他们就来到洞外。2只小狐狸还是本能觉得打不过狐狸爹，很自然的就选择了联手起来。爹地，我们要开始进攻喽！狐狸爹昂起头，满脸自信的说道：“来吧，
用出你们的力量，可不要让我太失望。两只小狐狸合击冲向狐狸爹，第一个回合竟然击退了狐狸爹。这两个小子速度好快，不过狐狸爹毕竟是身经百战，今天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你们，好让你们知道为父的厉害。战斗再次打响，最后狐狸爹以丰富的战斗经验，勉勉强强生了2兄弟。事后阿文带着狐狸爹来到了出气蘑菇这里，他让狐狸爹吸收了白气后，就将他赶出了库里拉领地。时间一晃半年过去了，库里拉在家看着新闻，南面海域发现一条体长超过9米海龟，引起无数科学家前往探查。目前已经有107人失踪，很可能与这只巨型乌龟有关。看完新闻后，库里拉就开车去找朋友，打算去一探究竟。你什么时候买的车呀？我是前几天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比亚迪汉，才花了9万多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。这么便宜？是啊，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，5万多就能买奔驰、宝马、比亚迪。这靠谱吗？当然，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可以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还能放瓜子拍卖，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。好，回头我也买一个。我觉得这个世界好似变得不一样了。你还记得那只狐狸吗？已经半年没有出现了，它该不会是出什么意外了吧？我要近身邻去看看。我这辈子的愿望就是见证一只超过300公斤的狐狸，即使它出意外了，那我也要见到它的尸体。而此时阿文的体型早已超过300公斤，身长更是达到了2米。如今我的体型已经远远超过正常狐狸，暴露似乎也只是早晚的事情。到时候人类真的出现，我也只能选择避而远之。到时我要将2个弟弟带上，毕竟一只狐狸太容易被锁定，3只狐狸在一起生还的几率也会高一些。因此阿文没事就让2个弟弟吸烟。不久后，人类终于进山了，刚巧被外出觅食的二狐狸碰到了。老二远远望着库里拉一行人。大哥说过，这些两角兽的武器非常厉害，但是我怎么感觉他们很弱的样子？我要不要抓一个回去送给大哥呢？二狐狸想了想，还是放弃了。算了，还是先回去告诉大家吧。与此同时，库里拉他们也停下休息。你们不用太过紧张，狐狸生性谨慎，对于不熟悉的动物，他们不会主动发动攻击。尤其我们还3个人，只要防着夜里不被偷袭就行了。就在这时，二狐狸已经来到阿文面前，将见到人类的消息告诉了阿文。阿文顿时一惊，有人进山了？这么快吗？几个人并不可怕，真正可怕的是源源不断的人类。阿文已经能想象到自己被人类发现后的下场。如今我的体重应该有300-400斤，速度更是达1000米每秒。对于我这样的狐狸，已经超出人类的极限范围。对于人类无法掌控的生物，他们就有可能将之抹灭。我可不想到时候飞机坦克跟在后面追杀。阿文又看向2个弟弟，他们现在吸收白气还太少，速度也不够达到30米每秒，还不能提供给我太多的帮助。算了，想那么多也没用，先看看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吧。只要与这些白气无关就没事。要是他们是冲着白气来的，那么恐怕就要做好跑路的准备了。老二，你去盯着他们，看看他们想要什么，记住千万不要被他们发现。二狐狸点点头，转身就离去了。阿文看着离去的2弟，我要不要给他们找点麻烦，让他们吃点土头，好知难而退。时间一晃，又是2天过去。难道狐狸一家已经离开这里了？这次要是见不到他们，以后怕是也见不着了。拉兄，我们的食物和水不多了。库里拉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，算了，先休息一下，然后我们返程吧。此时二狐狸还一直偷偷地跟在这支队伍后面。他们要离开了吗？大哥说这些两角兽很厉害，但是我观察了2天，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特别之处。到底是什么样的武器能比自己的爪牙还要厉害呢？要不我去吓一吓他们，看看他们能拿出什么厉害的武器。与此同时，周边突然安静了下来，虫鸣声、鸟叫声全部消失。一名特种兵察觉到了什么，他将麻醉枪拿了出来。库里拉立马也反应了过来，他显然有些兴奋。是狐狸一家来了吗？宋人头顿时一惊，他看到一抹斑斓的身影藏在几株灌木丛之后，仅仅露出一点点皮毛。是那只狐狸。二狐狸因为吸收了白气的缘故，如今的智商已经能达到少年的水平。他们好像已经发现我了，只是他们竟然假装没发现。看来这两角兽比其他动物要聪明不少，可是他们假装没发现我，难道是想等我进攻时再反击吗？二狐狸心中不由冷笑。这20米不到的距离，以我现在的实力，一个猛扑就能到达。不过二狐狸还是有些顾忌，毕竟阿文可是叮嘱过两角兽的武器很厉害。二狐狸又往前走了几米，库里拉大喊道：“不能再等了，不能让狐狸率先发动攻击。最后多少一句，快过年了，开车回家有面子，赶紧上瓜子选车。”400斤的狐狸在吸烟，却被人类发现。二狐狸直接放弃躲藏，直接就冲了上来。特种兵只觉得眼前一花，二狐狸巨大的体型直接从他们头顶飞过，直接扑向了宋人头。特种兵急忙向二狐狸发射了麻醉剂，二狐狸扑到一人后，立马闪身就离开了现场。这就是人类的武器吗？好像也没什么厉害的啊。
看来大哥说的有些夸张了，等我回去了，一定要和他好好炫耀一下。此时库里拉这边情况也不是太好。宋人头兄弟，你没事吧？宋人头揉了揉胸口，没事，还好我这次带了传家之宝。随后宋人头从胸口内取出一个大锅盖，还好那只老虎只是试探，没有使出全力，要不然1吨的力量，估计我的内脏都要被震碎。库里拉见宋人头没事后，他看向那名特种兵，刚才打中了没有？应该是打中了。库里拉心中一喜，麻醉针30秒就能起效，这下他跑不了了。而此时的二彪还在想着回去怎么和阿文炫耀，并没有在意屁股上有根针头。可是他走着走着，突然发现自己有点头晕。我这是怎么了？随后二狐狸就失去了意识。此时库里拉激动不已，麻醉剂30秒就能起效，这下他跑不了多远了。走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可是他们一行人开车搜索了方圆100米，却始终没有找到二狐狸的身影。顾大哥，你什么时候买的车呀？我是前几天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比亚迪汉，才花了9万多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。这么便宜？是啊，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，5万多就能买奔驰、宝马、比亚迪，这靠谱吗？当然，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可以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还能放瓜子拍卖。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，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。奇怪了，难道麻醉针没有打中，或者没有扎进去？不可能，绝对扎进去了，否则在奔跑的过程中针头会被甩掉。但是我们一路也没有找到麻醉针，那我们就在扩大范围继续找。而此时二狐狸正趴在1公里之外，因为二狐狸吸收了白气的缘故，它的狂奔速度太快，30秒的时间超出了正常范围。就在这时，阿文的身影突然出现，我就知道老二这个家伙会不安分。其实阿文刚才就已经到了。二狐狸攻击那群人的时候，阿文就想上去阻止，但是距离太远，想阻止却已经来不及了。好在二狐狸出手知道分寸，没有将那人一掌拍死。这群人应该不是偷猎者，他们只是带了麻醉枪和电击棍，应该是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或者是研究人员。他们应该是来探探自己3兄弟的生长发育。还好我刚才没有突厥，只要我的体型没有暴露，那么白气的消息多半就不会暴露，这样我就没什么好担心了。现在我只要让他们知道我还在这座山头就行了。阿文看了看二狐狸屁股上的麻醉针，没想到这小子还有如此蠢萌的一面。这次中了麻醉针，就当是给他一个教训了。随后阿文昂天怒吼一声，数百米外，库里拉一行人都是身体一震，全部感觉耳朵嗡嗡作响。库里拉眸光闪动，脸上充满了惊喜之色。这是那只狐狸的吼声，太好了，终于有最大那只狐狸的消息了。这声音比以前更响亮，更有传播力了。库里拉说着就准备冲上去亲眼看看。特种兵急忙上前拦住库里拉，这只狐狸太危险了。库里拉瞬间冷静了下来。你说的有道理，现在要是正面遇到，估计我们这些人还真拦不住，赶紧离开这里，快走，一会狐狸群过来就麻烦了。一群人以最快的速度撤离了山林。2个小时后，二狐狸终于睁开了眼睛。我这是怎么了？我为什么会躺在这里？刚才睡着了吗？二彪突然想起昏迷前的事情，我该不会是被那几个2脚兽的神秘武器给击中了吧？那到底是什么武器？我会不会死掉啊？就在二狐狸心慌意乱之时，他突然看到趴在不远处的大哥。大哥他怎么会在这里？难道是大哥救了我？大哥，我就知道你不会抛下我不管的。阿文听到动静后起身，缓缓走了过来。醒了吗？感觉怎么样了？我现在浑身酸软无力，尤其是后腿还没有知觉。深夜很快来临，二狐狸的伤势也恢复了。如今2个同胞弟弟站在阿文的面前，就如同2只狐狸崽子一般。现在2个弟弟的速度也能达到58米每秒，力量也已经超过4吨。阿文基本不捕猎了，全部都交由2个弟弟。弟弟们也是乐此不疲，因为他们非常热衷于扩充领地。如今虎妈的领地已经扩张到方圆100公里，全都是他们的领地。此时阿文正愁眉苦脸的躺在树下休息。最近我的身体发生了一些变异，似乎已经达到极限，而且我的后背老是疼痛。难道是我白气吸收的太多，身体出现了问题要崩溃？早知道达到极限后就不吸收了。与此同时，世界各地已经陆续发现野兽变异，新建巨型大章鱼，上岸消灭章鱼1000人后逃之夭夭。当然还有许多巨型的变异生物已经被送进实验室内进行切片研究。时间又过去了10天，阿文的脾气越来越暴躁。都是过去了，后背的疼痛不仅没有缓解，反而是越来越疼了，而且身体其他部位都不疼，唯独后背疼的厉害。这他喵的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阿文怒吼一声，躺在一旁的狐狸一家都是吓了一跳。我的乖乖，大哥这掌力也太恐怖了吧！最后多说一句，快过年了，开车回家有面子，赶紧上瓜子选车。阿文后背疼得厉害。老二，你过来一下。二狐狸胆战心惊的走了过来，阿文伸出一只胳膊出来，你来咬我。二狐狸顿时吓尿了。大哥该不会是在试探我吧？
故意挖的陷阱让我跳进去。二狐狸犹豫了半天，大哥，我不敢，我害怕。我说了，让你咬你就放心的咬。可是我不敢啊！二狐狸急得都快哭出来了。你真是个完蛋玩意！阿文又看向小狐狸，老三，你过来。小狐狸也连忙后退几步。大哥，我也不敢呀。阿文看着两个弟弟，真是气得不得了。难道要让我自己咬自己吗？可是阿文看着自己的胳膊半天，这种自残的行为实在下不去口啊。最后阿文看向狐狸妈，狐狸妈有些疑惑地问：大儿子，你到底怎么了？阿文将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大家。妈妈，我现在需要自己放血治疗。狐狸妈听完，眼睛瞬间瞪得老大。大儿子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对啊，大哥的脑袋最近肯定让门挤了。阿文无奈地看了他们一眼，看来最后还是要自己动手了。阿文坐在地面上，随后一口狠狠咬向自己的爪。真疼啊！可是血液流了半天，后背处的疼痛依然没有缓解，难道是口子太小，消耗的热流不够？我要不要将伤口再扩大一些呢？这是狐狸爹开车赶过来。爹地，你啥时候买的车？我是前几天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比亚迪汉，才花了9万多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。这么便宜？是啊，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，5万多就能买奔驰、宝马、比亚迪，这靠谱吗？当然，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可以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还能放瓜子拍卖。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，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。话音刚落，空中突然发现一架无人机悬浮着，阿文顿时一惊，不好了，那是人类的无人机。阿文一个俯冲，直接把无人机打落在地。与此同时，库里拉几人都是目瞪口呆。肩高1.5米，身长1丈的庞大，一巴掌将一棵直径超过1米的大树拍断，而且他刚才的速度更是快到离谱。在哪里还是一只普通狐狸，分明就是一只变异狐狸呀！一旁的送人头更是激动不已。这只狐狸绝对是变异了，感觉它比那只巨型章鱼还要厉害。库里拉眸光闪动，这确实是一只超级变异兽。不过库里拉又露出了担忧的神情。那我到底要不要上报上去？当他看到身边2位惊恐的神情后，看来不得不报了。此时的阿文也是乱了分寸。没想到这个时候被人类发现了，虽然被发现是早晚的事情，但是现在被发现还真不是时候。2个弟弟现在要是能达到60米每秒就好了。而且我现在后背疼痛的原因，让我的实力大打折扣。看来是应该去发掘出气蘑菇的秘密。隔天，阿文把蘑菇出气口给挖了出来，一个深坑出现在阿文面前。就在这时，天降大雨，阿文意外遭遇楼梯后，竟然长出了一对翅膀，双翼展开更是达到10几丈。可就在这时，一道绿色的身影出现，阿文一眼就认出了二弟。大哥，你现在都长出翅膀了，可真是厉害了。随后，二狐狸抬起前爪，一团直径超过1米的火球出现。二狐狸昂起头来，大哥，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我现在的本事，怎么样，厉害吧？阿文看了二狐狸一眼，肩膀上的翅膀微微一动，二彪情不自禁的退了两步。大哥果然还是大哥，看来还是大哥你最牛逼啊！可就在这时，地面突然冒出一根根超过半米的冰刺，二狐狸吓得赶紧走到阿文身后。这时，小狐狸得意的从一旁走出来。大哥、二哥，你们好啊！我这个技能怎么样？是不是相当的牛批？二狐狸有些不满，直接扭过头去，没有理他。其实阿文早就发现小狐狸的存在，只是没有直接拆穿罢了。不过老三的隐藏技术能骗过老二，确实挺厉害的。你们2个都很不错，全部进化出自己的神通异能。我们现在都这么厉害了吗？三兄弟聊了半天，却不见狐狸妈回来。奇怪了，妈妈跑哪里去了？她该不会出什么事吧？阿文有些担心。你们有没有看到妈妈？我们也没见到妈妈呀。阿文飞到空中，随后昂起头来，一声巨吼声同来，整座大山都好似震了。数十里外一道吼声回应，虽然不是很响，但是阿文他们还是听到了。大哥，那是妈妈的声音。2分钟后，狐狸妈以极快的速度来到这座山头。孩子们，你们都长这么大了，模样也都变化不小啊。二彪兴冲冲的来到虎妈面前展示自己的技能。妈妈，你看看我的新技能厉害不？二狐狸炫完技能后，小狐狸也不甘示弱的上来表演。妈妈，你也看看我的，我厉害不？狐狸妈微笑的点了点头。你们都很棒。狐狸妈回来后，阿文也发现，现在我的实力已经足够强大，眼前有2件事情要去做。第一就是跳进这个深坑的洞中看看，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宝贝。第二就是去人类世界探查，人始终是头号大敌，以我现在的特殊性，他们早晚会找上我的。提前去探探了解一下情况，很有必要。阿文朝着小狐狸看去，三弟，你跟我走一趟。说完，阿文直接走进了洞穴里。小狐狸愣了一下，大哥怎么就叫我过去啊？不过小狐狸还是迅速的跟了上去。最后多说一句，快过年了，开车回家有面子，赶紧上瓜子选车。3只小狐狸在洞穴内吃零食，阿文见2个弟弟吃的正香，便扇动着翅膀独自出去游玩。可就在这时，
突感尿意来袭，他很随意的就原地砍下花盆。下方村民院子，咦，怎么突然就下雨了？菜瓜抬头望天，这明明是艳阳高照啊，那是什么东西？看上去像飞机。菜瓜没有多想，他急忙回屋去换衣服去。此时那只大黄狗正趴在地上瑟瑟发抖。阿文离去后，并未全力赶路，而是兜兜转转。突然前方10里外，一只展翅5、6米的大鹰正在空中盘旋寻找猎物。一道庞大的身影突然从其身边飞过，凶猛的气流直接将巨鹰掀翻。什么东西这么恐怖？刚才那是飞机吗？不对，飞机怎么翅膀还会动？巨鹰惊讶不已地看着阿文消失的方向。隔天阿文先来的地方便是狐狸爹镇，毕竟现在狐狸爹的实力最弱。此时虎爹为了争夺洞穴使用权，正与一只肩高1.5米的小羊对峙。一只小羊也敢跟本王叫嚣？以前羊在本王眼里连打牙祭都不够，现在变异之后，竟然敢与本王对抗了。狐狸爹大怒地朝着小羊扑去，可让狐狸爹没想到的是，这只羊不仅仅是体型变大了，还会使用地刺技能。最后狐狸爹虽然获得了胜利，可脸上还是被地刺划伤了。真是奇耻大辱啊！本王今日定要将你骨头渣子也给吞进去。阿文见狐狸爹没事后，又朝着3弟的位置飞去。3弟的运气不错，他找到的这个洞穴并未被其他生物占据，所以他什么也不用干，只要吃饱睡，睡醒了再吃就行了。可2弟的运气就不怎么好了，他找到的那个洞穴有一只变异猞猁，对方见到2狐狸后没有选择逃跑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你竟然敢挑战狐狸，老子不发威，你当我是病猫啊？可当他们正面交锋，5分钟过后，2狐狸落荒而逃。你奶奶的，现在猞猁都这么猛的吗？这下我该怎么办？打不过对方，我怎么占据洞穴啊？正当2彪愁眉苦脸之时，一道庞大身影从天而降。大哥，你终于回来了。2狐狸不知道怎么开口说出自己被猞猁给打败的事实。其实阿文已经目睹了全过程。阿文笑了笑，走，带我过去看看吧。很快2狐狸就带着阿文来到洞口。猞猁快点过来，受死吧！猞猁看见阿文庞大的体型也是一愣，不过之前战胜2狐狸，已经没有了对战狐狸的恐惧。阿文也不给对方反应的机会，猞猁就当场2狐狸顿时吓了一跳。虽然知道大哥很厉害，但是真的没想到自己都无可奈何，猞猁竟然被大哥一招秒杀了。阿文回过头来，2狐狸看着阿文后退了几步。大哥你要干嘛？2狐狸被吓得语无伦次起来。阿文脸上露出笑容。你什么你？这只猞猁身体内积攒了不少灵气，吃了它对你有好处。我不吃，还是留给大哥吃吧。我去洞穴内看看情况。话音刚落，2狐狸迫不及待地跳了下去。2狐狸离开后，阿文看着地上的猞猁，低头开始吃了起来。毕竟过苦日子的阿文知道珍惜食物能不浪费就绝不浪费。半个小时后，2狐狸终于回来了，不过表情还是和上次差不多。大哥下面没有适合我直接吃的东西。2狐狸眼巴巴地看着阿文，希望大哥能够给我指明方向。阿文笑着看了2狐狸一眼。好了，我大概知道哪里适合你，可以让你的实力快速提升。2狐狸眼睛一亮，真的吗？大哥，你可真是我的好大哥，我真的是爱死你了！快点告诉我在哪里。不行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等过2天再告诉你吧。为什么？2狐狸此时心中急不可耐，他很想刨根究底问明原因，可是他又不敢质问大哥的话。好了，这个洞穴暂时用不上，我要将这个洞穴封起来，你现在离这里远点。2狐狸有些不理解，我这好不容易找到的洞穴，为什么大哥又要封印起来？不过他没有多想，照着阿文的话赶紧跑开了。阿文见2狐狸跑远后，扇动着翅膀飞到空中。烟尘过后，洞口处已经面目全非，完全被盖住。阿文转头看向2狐狸，老2，你在这里等我2天，我去寻找一个适合你成长的宝地。2狐狸赶紧点头道：好的，大哥，你快点去吧，我在这里等你的好消息。对了，你记得把那些剩余的鹿猞猁吃完，不要浪费，知道吗？交代清楚后，阿文扇动着翅膀就离开了这里。2狐狸看着大哥离去的背影，大哥怎么变得这么啰嗦了？肉我难道还不知道吃啊？阿文飞了整整1天，发现北极这里拥有上百个人气洞口，而且山洞内多数都有火红色的晶石，这里简直就是为老2量身打造的完美宝地。这一刻，阿文都不禁有些羡慕2弟，这小子的运气真好，觉醒了火属性异能，最重要的是还有自己这么一个聪明睿智的好大哥。找好了2弟洞穴后，阿文就回到了自己的洞穴，因为只有这里才有灵晶。我的雷电也属于灵晶的属性，所以这些灵晶对我才有这么大的帮助。阿文开始吞噬起来，不过这些灵晶的能量太大，阿文吃完后都要消化1个星期左右。这灵晶可真是好东西，不仅能增强我的体质，还能提升我的金属性能力。
阿文在洞穴内吃零食吃多了，竟然飞不起来。爬出洞穴的阿文在外面晒着太阳。突然一只狐狸生活还有些不适应，虽说2个弟弟总是吵吵闹闹的，但是生活多了一些色彩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剩下寂寞。难道这就是狐狸王的生活吗？我应该养个宠物，或者种些花花草草什么的。阿文正在胡思乱想之时，一道身影从后方走过来，阿文立马就反应了过来。你怎么来这里了？你不是应该在妈妈那里吗？你的哥哥呢？我自己独自过来的，我就是来找你的。阿文有些不解，找我啥事？他羞答答看向阿文，说道：我看上你了，想要当你的妃子。阿文顿时一惊，过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。你给我滚，滚出我的领地！文哥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再不滚我就瞎了你！见阿文真的动怒，便转身离开了阿文领地。阿文望天怒吼：我到底还是人类的灵魂，这跨种族的爱恋我是真的无法接受。阿文一直待在领地，他闲时还会出门寻找其他洞穴。在路经五指山时，想起以前有关这里的种种传说。这是一座充满传奇之山，悟空被师傅救走后，就出现洞府传承神药之类的宝物，就让我来一探究竟吧。阿文一个俯冲而下，一只来不及逃跑的野狗被拍死。我是这片森林里的狐王，现在给你3个选择：第一，杀了你；第二，离开五指山；第三，就是臣服于我，以后听从我的命令，受我的庇护。野狗有些震惊地看着眼前带翅膀的狐狸。你以为你是天王老子吗？你让我选我就选啊！老子虽然打不过你，但是以我的速度，你想抓住我也没那么简单。野狗掉头刚跑出去，不应该啊！我刚才看清楚了，这边没有大树或遮挡物。野狗抬起头来，发现前面挡路的正是阿文，野狗顿时一惊。天哪，这怎么可能？他的速度怎么会这么快？阿文看了野狗一眼，看来你是选择喜了。好，那本王就成全你。怎么样？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是选择臣服还是喜呢？臣服，我选择臣服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你以后就是我在五指山的第1个手下了。只要你忠诚于我，以后我会给你一个你想不到的未来。你以后可以喊我狐王殿下。是的，狐皇陛下。以后你就跟我混了。你跟我来，狐王殿下。看你们以后还敢欺负我！之前这些野猪可是抢了我不少猎物，如今有大哥在，那自然要好好教训他们一下，好让他们知道，从今以后咱狗也是有靠山的了。与此同时，雄猪领地这边2只雌性野猪两手空空回到了领地，拉西跟拉库都勃然大怒。怎么又没捕捉到猎物？草原上那么多猎物，竟然连1只都抓不到，你们是不是故意的？诚心要饿死我们兄弟俩吗？雄猪将母猪暴揍了一顿。好了，差不多就行了。万一将他们打残了，到时候你去捕猎吗？可就在这时，野狗带着阿文走进野猪群领地。野狗见到猪群，本能的感到惊惧。当他回头看了阿文一眼后，瞬间又恢复了自信。几只母猪看到阿文后，心中充满恐惧。拉西哥，我说的那个家伙来了！兄弟俩朝着阿文那边望去，俩兄弟都是吓急了。真的有个大家伙啊！这体型也太恐怖了吧！俩兄弟对望一眼，这哪里是一个级别的生物啊？对方都快要赶上犀牛的体型了。随后兄弟俩拔腿就跑。阿文看着逃跑的野猪，心中顿时一阵失望。看来我还是高估了这些野猪。不过既然都来了，那就替野狗小弟出出气吧。随后阿文翅膀扇动，瞬间就来到拉西跟拉库多前面。我去，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体型这么庞大就算了，这速度还快得离谱，到底还让不让猪活了呀？阿文没有和他们废话，直接开启暴走模式。阿文并未下狠手，毕竟都是生灵动物。最主要，阿文体内有个善良的灵魂。远处几只野猪看得目瞪口呆。大哥在怪物的面前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。虽然大哥平时对我们不好，但是2个哥要是被吓喜，那我们以后被野狗欺负了怎么办？抢我猎物，现在终于被我哥收拾了，知道我从今以后也不是好欺负了吧？阿文解决完2只野猪后，这些野猪都是群居生物，或许是这片领地最好的统治者。只是我不可能待在这里，一个一个野猪收服。如果能有1只野猪王就好了，这样他就能帮我打理这片区域了。随后，阿文带着狗弟在草原上闲逛起来。前方这么多野牛，可谓是草原上最大的食草动物。这些野牛的身高能达到4米，就算是我，也是感觉到巨大的压力。可惜他们是食草动物，天生就胆小。不过阿文心中有个想法，竟然那些野猪不能做我的对手，那我就和这些野牛较量一番，好像也不错的样子。阿文扇动翅膀，开始朝着牛群飞去。狗弟有些惊讶，狐王这是要干嘛？他该不会是要去捕食野牛吧？这未免也太恐怖了吧！狐王他真的能做到吗？阿文靠近牛群后，怒吼一声，野牛群一阵慌乱，吓得全部开始奔跑起来。阿文瞬间愣在了原地。
我好像有些用力过猛了，直接将他们吓跑了。阿文再次扇动翅膀，朝着那只体型最大的野牛追去。很快，阿文就拦住了那只野牛。注意看，一只半成年狐狸竟然能撞翻一头成年野牛。这老牛就这点力量吗？可是我刚刚一下也没有动呀，不应该啊！当阿文准备再找个野牛试试时，却发现草地上空空一片，野牛都被阿文一声喊下飞了。其他动物哪里还敢待在这里？阿文有些郁闷。看来不是那些动物太弱，而是因为我太厉害了。站在不远处的狗小弟已经目瞪口呆。这就是狐皇的实力吗？天呐，狐皇简直无敌了！吃完野牛肉后，阿文便带着狗弟离开了野牛区。路上遇到了一只奇怪造型的小老虎，它被老虎群给遗弃了。阿文有些好奇地看着这只小老虎。我见过很多的变异动物，但是能长出2个尾巴的还是第一次见。这只小老虎未来定能成大事。此时小老虎已经被阿文吓得瑟瑟发抖。不要过来，你们不要过来！狗弟也是有些好奇，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奇怪的小老虎？狗老弟仰天长啸，成年老虎我不敢招惹，可这小老虎我还是能欺负一下的。狗弟缓缓地朝着小老虎走去。小朋友，我给你做个套餐服务怎么样啊？可还没等狗弟出手，阿文直接一巴掌扇飞出去，狗弟直接就蒙圈了。大哥，你无缘无故打我干嘛？阿文没有理会狗弟，他来到小老虎跟前。此时小老虎已经露出绝望的神色。自从我被遗弃后，我与天斗、与地斗、与狮子斗，这一次我可能真的要结束虎生了。小老虎直接趴在地上一动不动。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可是小老虎等了半天，却是迟迟没等到对方出手。阿文笑了笑，你一只老虎生活多久了？小老虎抬头看向阿文，心中好奇又害怕的问道：你是谁？阿文想了想说道：我是天使派来的使者，是专门来拯救你的。小老虎有些怀疑，真的有天使的存在吗？你不是来吃我的？阿文尽可能让自己和蔼起来。就你这么点小东西，够我塞牙缝的吗？小老虎有些害怕说道：好像确实不太够。呵呵，既然知道不够，那就应该知道我是不会吃你的。不要害怕，我是一个好狐狸。阿文本来想说人的，发现自己不是人后又立马改口了，便继续做起思想工作。其实我们体内流淌的是同一种元祖血脉，我们算起来应该是同族，只是你长出2个尾巴变异了。小老虎有些不解，变异？什么是变异？变异就是某些部位发生了变化，就好比你有2个尾巴，而其他老虎仅有1个脑袋。就比如我长出了一对大翅膀。小狮子似乎听懂了阿文的意思，看向阿文的眼光也亲近了不少。难道你不嫌弃我吗？我为什么要嫌弃你？不就是2个尾巴吗？你看我的翅膀，我不是也和其他狐狸不一样吗？小老虎打量着阿文的翅膀。可是你的翅膀很漂亮，也很威武。阿文笑了笑，你的2个尾巴也挺可爱的。我跟你说，其实我们变异是一种进化，是非常特殊的存在。你的未来潜力无穷，肯定会很厉害很厉害的。那些普通的小老虎，就是担心你长大之后太厉害，他们怕打不过你，所以才将你赶出老虎群的。他们都是胆小鬼，只有你才是最厉害的老虎，未来的老虎王。小老虎眼眸闪动，心中有无限遐想和期待。我真的可以吗？小老虎期待地看着阿文。相信我，你可以的，以后你就跟着我吧。我会教你如何成为一只老虎王，而且是那种强大无敌的老虎王。真的吗？那我以后能像你一样高大强壮吗？阿文笑了笑，像我一样高大强壮可不容易，不过以我目前的身高，你以后还是有希望达到的，加油吧，我相信你可以的。小老虎兴奋地点点头。阿文为了训练小老虎，决定在这边待上2个月时间。小老虎因为有2个尾巴，灵活性特别好，而且还格外的聪明，学东西也是特别的快，老师都喜欢聪明的学虎，阿文也不例外。看着正在吃肉的小老虎，和他相比，我那2个傻弟弟真的蠢得跟猪一样。同时阿文还赐给小狮子一个响亮的名字，以后你就叫裤衩吧。狗弟在一旁那叫一个羡慕嫉妒恨，不就是多长了1个脑袋吗？狐王竟然会这么喜欢他，其实我也很厉害的。洞穴中，二狐狸舒服地趴在地上，没有大哥在头上压着的日子可真舒服啊！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可是这样的日子还没过多久，二狐狸就略微感到了寂寞。好无聊啊！一只狐狸生活，一只狐狸睡觉，我怎么感觉我这一生都没了目标？其实以前和妈妈、大哥、三弟在一起的日子也挺幸福的。想到这里，二狐狸立马就打断自己的念头。我现在已经是一只真正的狐狸王了，不能想以前的那些幼稚的日子。狐狸王就是要独立自由，我要努力变强，直到有一天能够打败大哥。时间一晃，又是1个月过去，二狐狸终于是耐不住寂寞离开了巢穴。很久没见到老三了，我这次过去是为了交流一下兄弟之间的感情。也许老三也和我一样无聊，现在说不定也在想我吧。当二狐狸来到三弟的领地后，三弟完全没有像他想的那般热情。三弟整天就是吃了睡，睡了吃，
二狐狸有些不解，老三这是转性了吗？他竟然不会觉得枯燥无味，真是无趣。二狐狸在这里待了3天就离开了。我去大哥那看看，希望大哥不会这么无聊吧。阿文成天吃零食，外形竟然有狐狸爹2个大。二狐狸期待的来到阿文的领地，只是他里里外外找了半天，也没有找到阿文的身影。二狐狸在周围仔细的闻了闻。大哥去哪里了？怎么这么长的时间还没有回来？老三不陪我玩，大哥又不在这里，要不我去老爸老妈那里看看吧。可是当二狐狸来到狐狸爹领地后，狐狸爹却对他充满敌意，最后被狐狸爹直接驱赶出去。二狐狸只能伤心的回到自己的领地。为什么大家都变得这么冷漠？难道这就是狐狸的生活吗？时间一晃而过，转眼便是2年时间过去。阿文此时心中有些激动。我终于回来了，先去老二那边看看吧。离开都2年了，也不知道老二现在变得怎么样了，还有不知道他有没有找女朋友。没一会，阿文就来到二弟的领地。过了没一会儿，一道绿光的身影急速从远处奔来。大哥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二狐狸看着阿文，眼中含泪。阿文笑着打量着二狐狸，2年不见，身体壮实了不少。二狐狸被夸得站在原地傻笑。大哥，咱们都2年不见了，要不我们再打一架？好啊，既然你情愿，那就成全你吧。正好大哥也想见识见识你的实力，你全力出手吧，不用顾忌。好的，大哥，那我来了。二狐狸冲向阿文，2只狐狸战斗5分钟后，没想到二狐狸主动认输投降。大哥，我已经用出全力了，看来我们的差距依然很大。现在的你已经很强了，只要你努力修炼，肯定能快速进步。二狐狸眸光闪闪。大哥，我知道了，早晚有一天我也要像大哥一样，到外面的世界看看。你在这里好好修炼，或许你将来都可以看到。好了，我要去老三和妈妈那边看看。说完，阿文直接张弛离开了。二狐狸看着阿文离开的方向，心中更是下定决心。我要修炼，我要变强，我一定要跟上大哥的脚步。和二狐狸叙完旧后，又来到小狐狸的领地。阿文远远就看见小狐狸在洞口睡觉。阿文等了2个小时后，小狐狸终于醒了过来。当小狐狸看见阿文后，迅速蹦跳的跑到阿文面前。大哥，你终于回来了。阿文眸光柔和，然后抬起虎掌就是一巴掌。小狐狸开启保护罩挡住了阿文的攻击，不过还是退了几步。大哥，你上来就是一掌，这样的见面礼真的好吗？同时小狐狸心中也是惊讶，大哥的实力更强了，我这2年可是日夜不停的修炼，没想到依然摸不到大哥的招数。老二见到我就要和我打一架，我以为你也是这样想。小狐狸心中大汗，原来都是老二那个家伙甩的锅。老二那个不知死活的家伙，竟然还敢挑战大哥，这么多年了还没长记性吗？小狐狸立马笑着说道。大哥，我和二哥不一样，我对大哥一直就只有崇拜和敬佩。我知道自己不是大哥的对手，所以我才不和大哥打的。阿文气质问道。那你的意思是等你能打得过我的时候，就和我打了？小狐狸顿时惊讶不已。糟糕，一不小心把心里的想法给暴露了。大哥的理解能力也太强了吧！3只羊入侵二狐狸的领地，本仗着数量优势想以多欺少。当他们见到二狐狸后，发现对方的体型有些巨大。如今我的身高都已经超过4米了，没想到眼前这只狐狸的体型竟然超过我。后面的2个小弟更是吓得瑟瑟发抖。对方是正常狐狸吗？感觉比我们的大哥还要高大很多啊！领头羊有些犹豫。我到底要不要过去讨点食物？毕竟我们都是动物，想必他应该不会拒绝吧。反正那么大一只猎物，他自己也吃不完。心中是这么想，可是脚下却不禁犹豫起来。要不我还是等他吃完走了，我们再吃吧。可就在这时，二狐狸抬起头，他看向前方的几位不速之客。这3只羊气势汹汹的过来，估计是打算来抢食物的。既然惦记起我食物的主意了，那也不要怪我不客气了。2只小弟见到二狐狸看向他们，感觉自己的4肢都不听使唤。对方实在太强太可怕了，我们肯定打不过他。不给他们多想的机会，领头羊直接就倒飞出去，落下的一瞬间撞倒了一棵大树后才停下来。就在这时，北极羊的妈妈开车来了。儿子，你的车呢？我把旧宝马放瓜子二手车上卖了，比线下店多卖了20%。瓜子是全国买家拍卖模式，车放瓜子当天就有20多个买家出价，我调高价卖了，当天到账，拍卖价就是到手价。想卖车的赶紧去评论区免费估价吧，买车也能上瓜子看看。现在特斯拉9万9就能买，总之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那我回家去瓜子给你买一台。随即另外小弟也跟着飞了过来，二狐狸也是有些惊讶，这些羊怎么这么弱？我根本就没用多大的力量啊！奇怪了。愣了几秒后，二狐狸终于反应了过来，看来不是他们太弱，而是我自己太强了。不知不觉中，我已经变得这么厉害了。二狐狸心中得意，
没有去理会那几只东北羊，转身继续吃起了大餐。过了没一会，领头羊终于转醒过来，他偷偷瞄了一眼二狐狸，心中震惊不已。原本我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强的北极羊，没想到山中竟然会有如此强大的存在。他到底是怎么达到这种程度的？领头羊想找找自己的2个小弟，可是他发现小弟实力太弱，被对方一掌拍飞太远。看来那2个二货是凶多吉少了。天哪，那我该怎么办？要不我在这里继续装晕吧？可是对方应该不是傻子，肯定会知道我在装。要是跑的话，估计也跑不过这玩意。对了，当初我说的那些小弟可是经常拍我马屁，我就是被他们给拍舒服了，才饶他们一命的。要不我也试试，说不定他就真的饶我一命。我等他吃饱喝足后，就上去和他表达忠心。领头羊在原地等了半个小时，二狐狸终于是吃饱喝足，他缓缓靠了过来。大哥，老大你好呀！二狐狸愣了一下，是他在喊我大哥吗？好奇妙的感觉啊！我以前可是一直当老二的，从来没体验过做大哥的感觉。原来被其他动物喊大哥的滋味这么爽的吗？二狐狸立马就来了精神。刚才是你在跟我说话吗？还有，你刚才喊我什么？领头羊见到对方没有出手，大哥，你是我见到过的最威武、最强大的狐狸，只是一眼我就被你的雄姿深深折服。我想认你做大哥。他眼中露出渴望的表情。你要是当我大哥，那你以后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二狐狸此时感觉灵魂都要飘出来了，他缓缓靠近北极羊。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北极羊立马低下头来。真的，比真金还要真，大哥，请你相信我，以后我就是您最忠诚的小弟了。好，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本王就收下你了。北极羊心中大喜，谢谢大哥，以后就看我表现吧。这时北极羊的目光投向食物。大哥，我已经好多天没吃肉了，那个能不能让我上去啃几口？你吃剩下的那个野狗。你去吃吧。谢谢大哥。他立马就冲上去，大快朵颐。咱这好不容易收了个小弟，可不能让他饿死了。北极羊吃饱喝足后，他才想起自己还有2个小弟。老大，刚才被你拍飞的2只羊是我的小弟，我去看看能不能抢救一下。好，那你去看看吧。10分钟后，北极羊带着2个瘸腿小羊走了回来，还不赶紧去拜见大哥？2只小羊一瘸一拐的来到二狐狸身前，然后低头便答：大哥受徒儿一拜，以后您就是我们的大哥了。一日大哥一辈子大哥，从今以后你叫我们往东，我们绝不往西。二狐狸看着2只小了一圈的小羊，显然是有些嫌弃。不过我好像又多了2个小弟。最后再多说一句，想卖车千万别犹豫，赶紧上瓜子免费估价吧。森林中，二狐狸带着3只羊小弟威风凛凛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巨大的身影从天而降。我原本以为大哥天下无敌，没想到还有比大哥还大的狐狸。你们3个是从人类世界来的？是的，大王。我不管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，但是在这里那就要守这座山的规矩，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。第一，在这方圆万里，一切都是我二弟的；第二，不得主动和人类发生冲突。二狐狸有些不解地看向阿文，因为第一条他很满意。大哥给足了我面子，和第2条，为什么我们不能招惹人类？大哥为什么不能招惹人类呀？你听大哥的，人类的厉害你不懂，不过不久之后我会让你见识到的。好了，你们自行散去吧。老二，你跟我来，我有事情跟你说。说着，阿文转身向山上走去。算了，我还是先听大哥的，以前听大哥的多半都没错。2狐狸来到山顶处。大哥，什么事情呀？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让你招惹人类吗？不知道呀。因为人类很多很多，他们不仅多，还很团结。你一只狐狸可以对战他们1万人，但是10万100万呢？他们的数量远比你想的要多得多。时代变了，灵气复苏，多年以后，你也许会发现，一只兔子都可能杀死一只狐狸。二狐狸瞪大眼睛，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兔子能杀死狐狸？大哥，你在逗我玩呢？这个玩笑可一点也不好笑。阿文笑了笑，这个你以后会看到的。现在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收拢团结动物。我打算去人类世界一趟，将所有狐狸族收入囊中，让他们全部做你的小弟。二狐狸眼睛闪闪发亮，做我的小弟吗？管理那么多狐狸，这好像也很不错的样子。隔天，阿文庞大的身影出现在城市的上空中央，底下的人群立马出现了恐慌现象，整座城内都能听到虎啸之声，地面部队连着但是这些武器根本伤不了阿文，与阿文煽动翅膀，底下的群众基本都被吓傻。天哪，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这身高估计有2层楼高了吧？远处的士兵全部停止了射击，因为阿文周边还有很多被吓瘫的群众。阿文在周围扫视了一圈，找了一个情绪比较稳定的青年，然后他发出精神波动。人类，本皇没有恶意。那个青年愣了一下，是谁在和我说话？随即他抬头看向阿文，难道是你在和我说话？不错，刚才是本皇在和你交流。
本皇此次来到人类世界，不是为了杀戮，而是来和你们谈判的，只是语言不通。本皇需要你来传递声音。青年瞪大眼睛，脑袋疯狂运转。愿意，我愿意。四周的军士都是有些傻眼。这年轻人怎么回事？难道他叛变了，投靠了眼前的狐狸？阿文继续说道：“你现在和人类长官谈判，告诉他们本皇的意思。”好，我马上去办。青年转过身来，别开枪，都不要开枪。这位是狐狸族的皇者，是来与我们人类谈判的。他没有伤害人和战斗的意思。这是什么情况？狐狸族皇者来和我们谈判，这听起来怎么这么玄幻呢？不管是不是真的，先汇报上去吧。5分钟后，军队最高统领和市长全部到达战场。天啊，真是太庞大了，而且还有一对大翅膀。我们制导导弹目前修复多少枚了？报告首长，目前有30枚能正常使用。看来还是太少了。不知道这只巨型狐狸的飞行速度快不快？估计它体型这么庞大，速度应该是快不到哪里去。先看看它想干嘛吧。实在不行，就只能打一场了。长官，你们快点吧，狐狸王已经有些不耐烦了。狐王你好，我是这座城的市长，这里有我做主，你身前的年轻人应该认得我。狐王大人，他确实是这座城的市长。好，你告诉他我的几点要求：第一，立刻停止对人类世界上的狐狸族与附属种族的追杀。市长有些迟疑。可是我们停止攻击后，他们继续杀人吃人怎么办？狐王说他可以帮助你们全部收服。好吧，先这么定了。2个月后，阿文带着88只北极狐狸进入二弟的领地，他将这88只狐狸交给了二弟。老二，你到时挑选2只强壮的雄性狐狸担任检察官，传授一些更高级的功法给他们，让他们代替你去管理狐群。你主要精力还是要放在修炼上面。大哥，我知道了。1年后，阿文将东北地区的所有东北狐狸收编，其中100只划分到泼妇土豆那里，把他们交由土豆来打理。地瓜以后你也是狐狸王了，你自己到时也挑选2只强壮的狐狸，让他们帮你一起管理狐狸群。阿文又看向三弟，老三，如今你的实力已经足够强大，接下来你继续向着西湖地带进发，我们要开启狐狸族一统之路了。安排好所有事情后，阿文终于可以休息一段时间。框架已经达成，接下来就是互相磨合，只要给他们一些时间，狐狸族将会逐渐凝为一体，将来必将所向披靡。阿文回到自己洞穴，如今只有吃惊时才是最快的成长。虽然我这1年多一直在外奔波，不过我的成长速度依旧没有减缓。此时二狐狸正窝在老巢里修炼，突然多了这么多手下，自己要是不努力，等是真的被手下给超越了，那我这老脸还要不要？为了坐稳王位，二狐狸闭上眼睛又继续修炼了起来。阿文修炼了3天后，终于领悟了新技能飞剑术，于是便来到河边准备试试效果如何。让我来看看这飞剑术伤害怎么样。这技能真是牛叉呀！阿文开心的离开了。一株百年灵芝竟然长到3米多高，出现在阿文面前。没想到天地巨变后，这株百年灵芝也是得到了巨大好处。虽然不知道吃下这人参吃了能有多大好处，但相比较以前，一定是事半功倍。阿文发现人参旁边还隐隐有光晕流转，这应该是传说中的仙药气象吧？还好它生长的地方比较隐秘，没有被其他动物或人类发现。这株灵芝越来越不凡了，未来一定能对我有大用。要不要派几个舍利过来看守？但是阿文很快就否决这个想法。万一他们有一心偷走了，那我到时找谁哭去？为了能够保住灵芝，阿文在灵芝周边简单布置一个小型防护罩。只要有东西靠近，我就能第一时间察觉。到时我安排几只舍利在附近巡逻，这下应该就万无一失了。阿文处理完灵芝后，就前往狐狸爹跟狐狸妈的领地。不过让阿文头疼的是，狐狸妈竟然又给他生了2个弟。算了，你们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，我只能默默的祝福你们了。看完父母后，阿文准备去看望一下老三。都已经半年时间过去了，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。以老三的实力，遇到危险的可能性不大，不过也不排除一些实力极其强大的存在。阿文开始全力赶路。1天时间过去，阿文终于是找到了小狐狸。此时小狐狸前方正有2只母狐狸在戏耍。咦，难道老三这个家伙开窍了？这时小狐狸也发现了阿文到来，他立马就跑了过来。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样？这段时间有没有遇到困难、难以对付的强大存在？没有，不过倒是遇到一些麻烦。你看，就是他们俩一天到晚的老是跟着我，甩都甩不掉的那种。阿文有些好笑，怎么他们俩看上你了？都想做你的妃子吗？小狐狸有些尴尬的。我才不要什么妃子呢！他们的实力是实在太弱了，而且母狐狸只会影响我的修炼速度。阿文看了看2只母狐狸，肩高不过3米左右。他们配给我家老三确实是小了点，看来长得太高也不是一件好事啊。连找个对象都困难了，不过还好自己没有找母狐狸生育的念头上。阿文又看向小狐狸，老三，你要不先将他们留在身边，可以先传授他们一些高等级的功法，
以后或许差距就会缩小了呢。小狐狸听完顿时一惊，大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觉得他们这些狐狸能追得上我吗？目前除了大哥，我还没遇到比我长得更快的狐狸了。至今除了大哥，我已经是狐狸界无敌手了。现在就算是老二，也不一定打得过我。老三，你现在是成长得很快，他们现在肯定是追不上你的体型，但是再过个几年后就不一定了。这不可能，他们这样的成长速度，怎么可能追得上我？除非大哥传授他们更高的功法。阿文笑了笑，你要是不信，那你就把他们带在身边不就知道了。我说的可不是实力啊，而是他们的体型。小狐狸扭头看了看两只雌性狐狸，好，那我就把他们留在身边，看他们将来怎么追上我的。阿文终于是松了一口气，自己这个大哥还真是不好当啊，不仅要考虑他们的成长，还要考虑他们的伴侣。我绝对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大哥了。阿文确定完老三没事后，当天又回到了森林。当阿文停在领地上空后，他发现一架直升机悬浮在空中，直升机下方拉着一副巨大海报，上面画着一只肩身双翼的大狐狸。我去，这群人可真会玩，竟然想出这样的馊主意来找我，他们这是要干嘛？阿文缓缓朝着直升机飞了过去，随即里面传来声音：狐狸皇陛下，皇城市长有请，还请陛下移驾到皇城议事。你们叫我去皇城我就去啊！你们的脸咋这么大呢？有事让你们市长来森林，我的领地谈。阿文传递完自己的意思后，头也不回的直接飞进了森林。隔天，人类来到了森林中与阿文议事。大哥，我这次下山是专门见识人类武器的，能不能让我看看人类的武器？阿文无奈看了二狐狸一眼，然后转头看向人类。我弟弟想见识一下你们人类的武器，怎么样表演一下呗？几人被吓出一身冷汗。我还以为什么事情呢，就是想看一下武器的厉害呀，好好说嘛。至于这样吓唬我们，来，你们去给狐狸王表演一下这武器的威力，给他们展示一下我们人类武器的强大，可不要落了我们人类的底气。没一会，一架直升机飞了起来，重机枪扫射过后，一棵5、6米高的小树直接被扫倒。二狐狸心中有些不信，就这吗？我还以为人类的武器多厉害。飞行员见他们被狐狸看扁，于是准备发射一枚小型导弹。大家往后躲躲，我准备发射一枚导弹了。所有人都躲了起来，唯有阿文跟二狐狸没理。烟雾消散后，阿文跟小狐狸依然站在原地。这东西确实有伤我的可能，不过也仅限于此了。只要我有防备，你这东西的速度根本伤不到我。这对狐狸兄弟也太能装了吧！这么大威力的爆炸，他们竟然没有挪动丝毫，他们绝对是在故作淡定。另外，我们还有更加强大的武器，人类的实力绝对不是兽类可比的。古王他们若是以为就凭他们也可以和我们一战，那么就太可笑了。见识过人类的武器后，二狐狸睡觉都能被点醒。隔天，人类如约而至带来了10几种不同属性的金属。阿文上前看了看，一共有20种金属。可惜这里面有10种金属我之前吞噬过，不过一次性能得到10种不同金属已经很不错了。阿文挥挥爪子，金属被分成了2份，这一半可以拿来交易，另外一半咱大山里有的是。谈判员翻了翻白眼，那是我们的大山才对，现在只是暂时给你们而已。狐狸王陛下，那我们可以谈论价格了吗？可以，以后这么大一块金属，外加10头牛的价格换一只狐狸1天时间。这个条件谈判员自然不能答应。在双方开了半个小时嘴炮后，终于是以这么大一块金属再加5头牛的价格谈拢。狐狸王陛下，我们先雇佣50只狐狸，1个月时间，我们一次性拿不出那么多东西来，可以分成2期付款吗？这个没问题，不过你们可不要和我耍什么花样。回家的路上，阿文妈开车来接他。儿子，你的旧宝马车呢？为了早点回家做视频，我把旧宝马放瓜子二手车上卖了，比线下店多卖了20%。瓜子是全国买家拍卖模式，车放瓜子当天就有20多个买家出价，我调高价卖了，当天到账，拍卖价就是到手价。想卖车的赶紧去评论区免费估价吧。买车也能上瓜子看看，现在特斯拉9万9就能买。总之，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回到洞穴后，二狐狸已经按捺不住。大哥，我这就去召集手下，此次剿灭猎狗群，我一定要多杀几只。二狐狸有些跃跃欲试。阿文看向二狐狸，咱们这里距离山东太远，我不打算让你过去。老三那边距离近，让他去更为合适。大哥，你不让我去啊？老三那边才几只狐狸呀，我不怕远的，你还是让我去吧。不用了，就杀几只猎狗而已，还不需要你亲自出马，你就留在这里好好修炼。你也见识到人类武器的厉害了，你难道就不想快速强大？以后再没有这方面的顾忌。二狐狸沉默。好吧，我都听大哥的。这才对嘛！刚才你也听到了，人类陆续会有5万只牛送来，其中5000头划到你们领地，你要做好安排，可不要直接给我分了，做好找片宽阔的谷地圈养起来，需要的时候再慢慢吃。我知道了，大哥。
大哥果然不愧是狐狸族的高智商啊！半个月后，阿文安排好一切，然后和小狐狸等一众狐狸出发，灭猎狗之战即将打响。阿文三弟带了40只狐狸全力往草原赶去，前面一架直升机正在为狐狸驱赶，阿文则是飞在高空之上。对付这些猎狗原本不需要阿文出手，但是他担心狐狸族群配合不够有所损失，关键阿文也不放心人类。可就在这时，阿文发现前方出现一只巨鹰，巨鹰正以极快的速度朝着直升机冲来。直升机见到巨鹰飞来，先手发起了攻击，巨鹰开始轻松挡下了攻击。直升机在巨鹰迅猛的攻势下岌岌可危。这时直升机内传来呼救之声，狐狸王陛下救命啊！快来帮帮我！巨鹰朝着下方狐狸群看去。狐狸王嘛，喊他们也救不了你，我可是天空霸主，地面战斗或许打不过你们，但是在天上的我想攻就攻，想走就走，你们根本奈何不了我。若是惹怒了我，随时都能攻击你们的幼崽。话音刚落，巨鹰再次朝着直升机冲了过去。阿文在高空上看了巨鹰一眼，为了执行任务，也不能真的不管对方，而且这只巨鹰拿来做联系工具，好像也不错的样子。以前有什么急事都是自己亲自来，这确实有些不符合咱虎皇的身份。阿文身影缓缓降落，巨鹰突然感觉头顶传来压迫感。我去，这是什么怪物？狐狸吗？竟然长翅膀了！巨鹰内心慌张的一批，急忙调转身形，朝着远方逃去。原来这个才是狐狸王，他应该不会追上我吧？正想着，巨鹰突然感觉一股巨大身影出现在前方，巨鹰立马掉头疾驰，可下一秒阿文的身影又再次。天哪，这狐狸王的速度怎么这么快？这实在是不科学啊！巨鹰作为天空霸主，自然不会屈服于阿文，不过阿文也不着急。待在身边慢慢磨吧，看他能熬到什么时候。当天晚上，他们就找到了一只猎狗。大哥根据他说的情报，这群猎狗大约在200只左右，其中猎狗王的身高在3米左右。我知道了，这次作战由你全权指挥。说完，阿文展翅直接就飞上高空。最后再多说一句，想卖车千万别犹豫，赶紧上瓜子，免费估价。